末日暴雨降临，我被爸妈锁进别墅地下室反省。随后，一场持续了2个月的大暴雨淹没了整座城市，我在地下室被活活淹死，爸妈却带着弟弟逃回旧屋，躲过一劫。重生归来，我会囤好食物，关好屋门，你们别想进来。打定了主意，我立刻赶往小区附近的超市疯狂购物。可惜我钱不多，只有偷偷存了好久的300元零花钱。我想着尽可能购买量大管饱的物资，包括方便面、矿泉水、速热食品等。可这点钱实在太少了，若暴雨真下2个月，活着也是忍饥挨饿的活着。正当我忧虑之际，妈妈突然给我发来转账，足足3万元。程峰，弟弟说客厅太热了，你现在马上去商场买台空调，如果半小时之内你弟没吹上空调，我就打死你。好的妈妈，我马上就去给弟弟买空调。我收下钱后，毫不犹豫地给超市刷了30300，先是购买了3把西瓜刀以及防狼喷雾、电击棒用来防身，然后剩下的钱全部用来购买食物以及一些常用的药品。整整忙碌了一整天，我才将物资全部搬回旧屋。等一切搞定后，窗外的闪电如约划破黑夜，看着倾盆而下的大雨，我回想起前世淹死在地下室的惨状。我双手不停地抓挠铁门，直至指甲磨到出血。地下室的水已经没过我的大腿。爸爸妈妈，进水了，进水了，放我出去吧！闭嘴，别把你弟弟吓哭了。这可是咱家新买的大别墅，你这脏东西只配住在地下室里。这么大的雨进水不是很正常吗？你好好泡着吧。专家说了，这雨来得奇怪，说不定要下2个月呢，最好淹死你个烂东西。等到凌晨3、4点，整个地下室都快被淹没了，我浑身湿漉漉，雨水已经爬到了我胸口。我呼吸困难，奋力拍打铁门，一遍遍喊着救命。好在这时传来了爸爸的声音：程峰，你在哪里？我在这里，爸，我在这里。我喜极而泣，我爸终于找到了门，门上有个小铁窗，他透过铁窗喊我。旧屋的钥匙你带着吗？快给我！我没有多想，从口袋里掏出旧屋钥匙，直接向外递去。我爸一把接过，大声道：老婆抓紧小弟，我们回旧屋先。这雨太奇怪了，可别真下2个月。他扭头就走，我愣在水中痛哭大喊：爸，开门啊！水压着太重了，开不了一点。我爸头也不回，甚至都不尝试一下。铁窗很快也被淹没了，我扑倒在水中，伴随着水位越来越高，再也无法呼吸。被淹死的滋味可真是太难受了。如今我重生归来，食物充足，你们别想踏进这里半步。我所在的旧屋可是位于第38层的住宅楼，它的防盗能力强得不可思议，外人要想进来，除了专业的开锁大师，否则就只能用炸药强行爆破。我将门窗全部锁死，坐在沙发上享受着美妙的音乐，心里的安全感那叫一个爆棚。然而妈妈的电话却打破了这份宁静。程峰，你死哪去了？你弟弟都快热死了，让你买的空调呢？我看了一眼外面越下越大的暴雨。你笑什么？神经病吗？我问你空调呢？我妈更加暴躁，可我就是不说话。程峰，你是不是想死啊？你弟的空调买哪去了？若是以前，我隔着手机都能被他吓得浑身发抖，可如今我却没有一丝恐惧。你们别急嘛，等弟弟热死了就不需要空调了。对面寂静无声，我爸显然愣住。程峰，你说什么？我啪的挂断电话，伸着懒腰去洗澡。我怕突然停电洗不了热水澡，等舒舒服服的洗完后，我看一眼窗外，早已昏天暗地，暴雨倾盆，整个世界仿佛被一块黑布笼罩着。我看得心惊，索性把窗帘拉上，然后开一盒自热食物，配上鸡腿薯片饱餐起来。手机又响了，是家人群里的信息，我点开一看，弟弟在发消息：好大的雨，爸爸妈妈，我有点怕，你们能来我房间吗？乖儿子，别怕，我们这就过去。爸妈随叫随到，立刻去陪伴。很快，小弟发了一条朋友圈，是他们一家3口还抱着狗在卧室的自拍。才搬进别墅就下暴雨，倒霉了，好在有爸妈陪伴，开心。发了朋友圈还不算，他又发群里故意艾特我：哥，你在哪里啊？怕不怕？听说你想热死我就不用买空调了，你那么恨我呀？我没理睬，因为鸡腿太好吃了，我狂炫。弟弟继续问我：哥，我有爸妈陪着都好怕，你一个人在旧屋一定更害怕吧？嘻嘻。我这回炫完了，将垃圾收拾好，打包丢进了小弟原先的房间里。我准备把小弟的房间当垃圾场，毕竟暴雨可能下2个月，到时候停水停电，垃圾不好处理。我特意拍了个照片发群里，表明垃圾丢在了小弟的房间。小弟当场发狂：你干什么？垃圾往我房间丢？下雨没法处理啊，先用你房间堆着，免得在外面臭到我。我理所当然，他立马给我打视频，我接了。一家3口出现，我爸怒吼：程峰，你想死是不是？你怎么敢把垃圾往弟弟房间丢？你个神经病，立刻帮弟弟把房间打扫干净，不然我打死你！我挂断了电话，嘻嘻一笑，回了个表情，随后轻轻按下手机的关机键。这一晚，我聆听着电闪雷鸣的交响乐，睡得前所未有的香甜。外面骇人的雨水拍窗声，俨然成了最动听的催眠曲。待我醒来，
天空依旧笼罩着一层暗沉，不过已经是大白天了。家里已经停电，但幸运的是，4G 网络依旧坚韧不拔，没有被这场暴雨打败。网上自然是一片沸沸扬扬，各种专家纷纷出马解释、猜测、辟谣，好不热闹。但最权威的机构还是根据气象图给出了预测，这场奇怪的暴雨将要持续整整2个月之久。我早已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所以心中不慌，但有人却已乱了方寸。我的父母和弟弟半夜时分便感到了事态的不妙，像上一世一样，他们急匆匆地赶回旧屋，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是焦急地呼唤我开门。上一世我被丢弃在地下室活活淹死，而这一世我在旧屋高枕无忧，呼呼大睡。他们敲了半宿的门，我纹丝不动，哪怕现在他们还在敲。我冷笑着走向门口，听见他们的说话声，我爸虚弱地猜测道：程峰不在家吗？他是不是离家出走了？他把我们气得不轻，估计怕我们找他算账，所以连夜躲起来了。他以前就喜欢躲。我妈分析的对，我确实喜欢躲，毕竟很多时候不躲一下会被打死。可现在我没躲，当然我也不出声，就冷笑地听着。小弟嘶哑气苦地开口：怎么办啊？我好累好饿，快打开门啊！我们都没有钥匙，现在下暴雨也找不到人开锁。乖儿子，别急，有爸爸在呢。我爸安慰小弟，可小弟此时早已满脸狰狞。都怪程峰那个贱人，竟然不把钥匙留在别墅，我要打断他的手。好好好，打断程峰的手。乖儿子别哭了呀。妈妈心疼地附和着。听着他们的话，我胃中一阵翻涌，有些想吐，不过却强忍了下来，免得浪费粮食。此时暴雨突然有了减弱的迹象，天色也似乎亮堂了一些。我爸大喜过望：雨要停了，走，回咱的大别墅去。我就说嘛，怎么可能下2个月呢？那快回去吧，妈妈给我煮饭吃。家里只有几饼挂面，等雨停了，我们一家去吃大餐去，那个废物就让他自生自灭去吧。他们乐呵呵走了，却浑然不知更大的暴雨即将淹没他们的别墅。我瞥了一眼楼下，发现水池已经泛滥成灾，所有道路都被淹没在浊流之下，就连广场上的长颈鹿雕塑也被淹没了半截腿。这意味着小区的积水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半米之深。半米深的水加上漏电的风险，无疑是彻底封死了居民外出的可能。而别墅区的人们只能躲在3楼焦急地等待雨停，这还只是暴雨肆虐的第2天啊！我时刻关注着水情的变化，发现水位一直在悄无声息地上涨。到了第5天，长颈鹿的身体已被完全淹没。第7天时，长颈鹿的头也消失在了浊流之中。而就在这一天，一场汹涌的洪流从大河的方向席卷而来，整个小区顿时陷入了一片惊恐之中，人们的呼喊声此起彼伏。大河决堤了，快往高处跑啊！到处都是肆虐的洪水，整座城市开始摇摇欲坠，一切都陷入了混乱与无序之中。我仔细检查了一下防盗门是否坚固，然后安心地躺在了沙发上。手机依旧保持着微弱的信号，而家人群里在沉寂了数日之后，终于有了新的消息。爸爸，我好饿呀，我快死了吗？我受不了了，你快去找吃的给我呀！小弟是最先崩溃的，他从小锦衣玉食，哪里受过这种苦？我爸心疼得直掉泪。乖儿子不哭啊，我刚刚捡了一捆烂香蕉，这就给你送过去。烂香蕉可不行吃啊，要是吃成食物中毒就完了。于是我大发慈悲地录个视频，将桌子上丰盛的食物发到家人群里，让他们过过眼瘾。我又在享用美食了，热腾腾的自热火锅，金灿灿的炸鸡，冒着气泡的冰镇可乐，还有一盘水果拼盘，又要吃不完了，真是让人烦恼啊！家人群里死寂了，随后是小弟歇斯底里的咆哮。末日降临，全球 99% 的人都将变成丧尸，只要发现有活人的存在，就会被吞噬。活着成为了人类最大的挑战。2024年11月11日，省重点大学，深夜的学院一片寂静。男生宿舍天台上，2个少年躺在楼顶，地上丢了一堆啤酒罐。南哥，你有没有觉得今晚的北斗九星特别亮？你这家伙真喝醉了，我只听过北斗7星，哪来什么北斗9星？醉了的感觉真奇妙，我竟然还看到北极星再往下掉呢，怎么又有一颗北极星出来了？竟然还是红色的。真的醉了，不行了，我顶不住了，睡一觉，明天一切都会好的。说完倒头就睡了。而此时的天空突然出现异象，似乎是解开了某种禁制一般，蓝星各处涌现出无数灵气，不过这些灵气都带着一丝腐朽之气，最终灵气无孔不入地融入了蓝星所有生物的体内，大部分人身体产生了变异，意识被吞没，最终成为了行尸走肉只知道吞噬的丧尸，也有极少部分人获得了特殊能力，而这些人都是被赤红星辰直照顾的人。次日，无数尖叫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怎么这么吵？肖南迷迷糊糊地从地上站起，随即走到天台边缘往下看去，这一看顿时让他头皮发麻。只见下方宿舍空地上一个个身影正抱着残肢断臂在啃食，看得人毛骨悚然。我一定是还没睡醒。怎么了？你自己看看吧。陈浩摇了摇头，随即也走到了边沿处，伸出脑袋朝下方看去。这一看，陈浩直接吓得一屁股坐到了地上，脸色苍白如纸。这时的肖南已经拿出手机拨打报警电话，然而电话始终无法打通。此刻的肖南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赶紧打开抖音，果然发现无数求救的视频，到处都是这些如行尸走肉般的人。这种情况一夜之间遍布全球。南哥，这什么情况？末日来临了，末日？那南哥，我们怎么办？咱们先找个东西把铁门顶住，别让丧尸跑到这里来。随后两人在天台角落找到了一个长梯，直接将通往天台的铁门顶住。南哥，咱们接下来怎么办？就躲在这里等待救援吗？等待救援肯定不行的，从网上的信息看，现在全世界都乱成一锅粥了，咱们若是一直等的话，估计得饿死。先观察下这些丧尸的情况吧，了解清楚再想办法。你说这些丧尸到底是怎么来的？下面那么多人都变成了丧尸，我们两个怎么都没事呢？难道我们体质特殊？我也不知道，或许是咱们运气比较好吧。虽然很多人变成了丧尸，但从网上得到的信息来看，还是有不少人是正常的。肖南说完，脑海中突然闪过昨晚迷迷糊糊看到的北斗9星以及那颗赤红色的星辰，再次抬头看向天空，却是晴空万里。难道真是昨晚喝多了，看花眼了吗？那南哥，我们两个一夜没回宿舍，你说刘伯他们两个会不会？他们宿舍一共有4个人，虽说他与肖南关系最好，但与另外2个关系也还不错，碰到这种事情自然担心。这种时候只能看他们运气了，如果他们有一个变成丧尸，那另一个也惨了。说完，抬头看了一眼对面的女生宿舍，却清晰地看到女生宿舍那边人影晃动，正在发生激烈的打斗。耗子，你能看清那边发生了什么事吗？开什么玩笑，那么远怎么可能看得清？我有200多度的近视，虽然不用戴眼镜，但是视力也不算好，怎么会清晰地看到那么远的地方呢？难道是特殊能力？可是以前怎么没发现有这样的能力呢？肖南眼中闪过一抹光芒，眼前这种情况应该只有异能能够解释了，丧尸都出来了，有特殊能力的存在也很正常。为了进一步验证，肖南再次集中精力看向眼前的陈浩，陈浩顿时被看得有些心慌，有种被对方剥干净的感觉。怎么了，南哥？耗子，隐个身给哥看下。你没病吧？我要是会隐身，还谈什么女朋友啊？天天蹲澡堂不香吗？我说你行就行，你试着集中精力，心中默念隐身。看到肖南认真的表情，陈浩虽然感觉有些离谱，但还是照做。很快陈浩的身体慢慢淡化，彻底消失在了原地。南哥，我好像真的隐身了。陈浩激动的声音在天台中响起，但四周却看不到他的人影。肖南同样一脸惊喜的看着凭空消失的陈浩，没想到他竟然真的能看到别人的异能。随即他再次集中精力看向了陈浩消失的地方，很快陈浩的身影便出现在他面前。我能隐身了，太好了！南哥，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为啥我突然能隐身？难道是超能力？应该是这次末日引起的，不知道是好是坏。不过不管怎么样，咱们既然有特殊能力，至少在这末日中多了几分存活的资本，这是好事。那南哥，你的特殊能力是什么？我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比如你的隐身。你这不是天生克我吗？看来这辈子在你面前是翻不了身了。不过南哥，既然咱们都有特殊能力，你说咱们能不能在这末日中干一番大事？这个现在言之过早了，先想办法活下去再说吧。咱们的能力都不是用来战斗的，想要在满是丧尸的末日中活下去，哪有那么容易？就在两人准备好好熟悉一下特殊能力的时候，天台的铁门突然被人猛烈敲击着。谁在里面？快开门！快开门啊！有丧尸！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把两人都吓了一跳。南哥，怎么办？要开门吗？肖南紧紧地盯着铁门，视线直接穿过铁门，看到了铁门后面站着3个一脸惊恐的男子。开吧，不然照他们这样敲下去，不知道要吸引多少丧尸过来，到时候这木梯子不一定能不能撑得住。不过他们有3个人，咱们得防着点。虽然都是同学，但末日之下人心难测。放心吧，南哥，我明白。两人商议好后，肖南一开梯子，门口的3人瞬间冲了进来。肖南迅速地将梯子再次顶了上去，很快门外便传来撞击声，显然丧尸已经冲了上来。吓死我了！你们怎么这么久才开门？我们差点就被丧尸吃了。你这人怎么说话的？我们救了你们一命，你们不感谢我们，居然还怪我们。天台是公共区域，谁都可以上来，你们私自将门堵死，有些不道德吧？就是我们宿舍门被丧尸撞坏了，本来想着来天台避难的，结果你们把门堵死了，差点害得我们被丧尸吃了。你说你们这不是害人吗？你们说的对，我们确实不该堵门，那我现在就把门打开。说完便准备移开梯子。哎别，兄弟，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千万别开门。兄弟，你们是对的，堵得好，堵得妙啊！3人见肖南要移开梯子，顿时吓得冷汗直流。我感觉还是移开好，万一要是还有人来呢？不会的，不会有人来的。那我就放心了。可是我怎么感觉这梯子有点不稳呢？那个兄弟，借你钢管一用呗，我看看能不能塞入这个梯子角，感觉你那根钢管大小应该差不多。那人想都没想，直接将钢管递给了肖南。肖南拿着钢管做事比划了几下，可以了，这下稳了。听到这话，3人总算是松了口气，却没意识到手中武器已经易主了。我们是308宿舍的，我叫肖南，他是陈浩，你们怎么称呼？我们几个是716宿舍的，我叫赵坤。
这是瘦猴和老黑，你们是3楼的，怎么会跑到这来？我们俩昨晚在这上面喝酒聊天，压根就没回宿舍。好吧，你们运气真好。随后双方相互聊了起来，相处还算融洽，一直到中午时分，几声咕咕的声音响起。你们有吃的吗？我们从早上到现在都还没吃东西，有点饿了。你看这上面像是有吃的的样子吗？那怎么办？没吃的就算丧尸进不来，我们迟早也要被饿死啊！忍忍吧，或许要不了多久官方救援就来了。万一没有救援过来呢？我们不能将希望寄托于别人，还是得想办法自己搞吃的才行。怎么搞？现在门口就有2只丧尸守着，出都出不去，更别说搞吃的了。或许我们可以把他们放进来解决掉，再想办法下去宿舍找点吃的。你疯了？放进来咱们都得死，这些家伙根本不怕痛，打在他们身上一点感觉都没有，要是被他们抓到或咬到，那就完了。这里是天台，丧尸没有智商，只要想办法将他们推下天台就搞定了。要是能找到丧尸的弱点更好，以后碰到丧尸也能应对。南哥，我支持你。不行，反正我们是不同意放丧尸进来的。这里本来就是我们先来的，什么时候需要你们同意了，放不放这可不是你们说了算。说完一脚踢在了梯子上。疯子，你就是个疯子，你这样会害死我们所有人的。与其留在这里等死，还不如拼一把。就在这时，原本停息的丧尸听到了里面的动静，再次撞向了铁门，很快铁门便被撞开。紧接着2只丧尸直接冲进了天台，肖楠眼疾手快，迅速的将钢管狠狠的砸在了丧尸头上。而这时的陈浩不知道哪里找的一块板砖，一个飞身跃起拍在了另一只丧尸脑袋上，很快2只丧尸就倒在血泊里，没有再爬起来。看来这些丧尸的弱点应该是脑袋，只要把脑袋破坏了，他们就彻底死了。随后肖楠开启真视之眼，看向了前方的尸体，他很好奇这个丧尸到底有什么不同之处，将丧尸尸体从头到尾扫描了一遍，很快便在丧尸的脑袋里看到了一颗鸡蛋大小的红色晶体，随即来到了尸体旁，直接伸手朝丧尸破碎的脑袋摸去。原本一直强忍着没吐的赵坤几人见到这一幕直接吐了。而此时肖楠的手中多了一颗鸡蛋大小的红色晶石，入手温热，摸起来很舒服。南哥，这是什么？肖楠再次开启真视之眼，看向手中的晶体，在真视之眼下能看到手中的晶石是由无数能量凝结而成，没有任何杂质。思考了一会，肖楠在陈浩目瞪口呆中直接将晶石给吃了。晶石入口后迅速化为能量融入他的四肢百骸，当能量彻底吸收后，肖楠感觉到他的身体素质比之前几乎强了1倍。南哥，我知道你饿，但你也不能什么东西都吃啊，那玩意可是从丧尸脑袋里面抠出来的，这你也敢吃？这可是好东西，回头跟你说。随即看向了赵坤几人，却发现几人此时正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他，那感觉就像看怪物一样。至于吗？不就是吃点东西填填肚子吗？你不会是要变成丧尸吧？不然怎么可能什么都吃？少见多怪，等你饿得受不了的时候，说不定人肉都会吃。行了，咱们下去找点吃的，楼梯口边上有个宿舍，想办法进那个宿舍找找看有没有吃的。听说找吃的，其他人顿时眼睛一亮，似乎突然就有力气了。你们留在上面，人太多容易吸引丧尸，我跟陈浩下去找找吃的。其他几人有些犹豫，看那样子显然是担心2人吃独食。要不还是我跟你去吧。肖楠点了点头，本来想着跟会隐身的陈浩去是最安全的，但是他们现在是2个团体，显然和陈浩去是不大合适。随后肖楠和赵坤小心翼翼地来到了7楼走廊，肖楠开启真视之眼看了看，确定宿舍内没有丧尸，快速地钻了进去。2人进来后就翻找起来，终于是找到了一袋面包。就这么点，还不够我一个人吃呢。有就不错了，谁会在宿舍放太多东西啊？也是，那咱们回去。先不急，想办法搞点武器，没有武器太被动了。说完直接向着床边走了过去，在赵坤目瞪口呆中，肖楠将梯子与铁床的焊接直接给扯掉了。卧槽，你这家伙吃激素了。这个焊接点并没有焊得多牢固，用点力就能扯开了。就在这时，外面突然传来砰砰的撞击声，肖楠第一时间开启真视之眼看了过去，只见门外2个丧尸正不停拍打着宿舍门。怎么会有丧尸过来？难道刚刚看到我们了？不知道，现在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冲出去，不然一会其他丧尸也都过来了，到时候我们想出去都出不去了。肖楠随即走到门口，给赵坤使了个眼色，赵坤猛地一把将门拉开，肖楠举起铁梯狠狠地将2只丧尸拍飞了出去。见肖楠冲了出去，赵坤赶紧跟了上去，2只倒在地上的丧尸也是爬了起来，再次冲向2人，2人迅速往天台上跑。而这时楼道里突然聚集了20多个丧尸，嗷嗷叫的追了上来。赵坤，天台的长梯根本顶不住这么多丧尸，要是冲进天台，咱们都得凉。这里楼道狭隘，易守难攻，我在这里先顶着，你们找点武器赶紧来帮忙。赵坤看了眼丧尸群，没有说什么，直接向天台跑去。很快一群丧尸便冲了上来，肖楠拿起梯子狠狠的一扫，冲在前面的丧尸顿时被他扫了下去。此时天台上的几人不敢有任何耽搁，赶紧3下5除2将木梯拆散，拿着木棍就过来帮忙。肖楠，我们一直这样也不行啊，这些丧尸不会累，我们可是会累的。你们顶住，我解决他们。肖楠说完，盯着冲在最前面的一个丧尸，手中铁梯瞬间出手，直接击爆了丧尸的脑壳。就这样，
在众人惊叹的目光中，萧南利用手中的铁剃快速收割着一个又一个的丧尸，很快楼梯间几乎被丧尸尸体彻底堵死，20多只丧尸全部被解决。萧南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南哥，你没事吧？没事，就是太累了，休息会就好了。或许是经历多了，此时整个楼梯间堆满了丧尸尸体，反而没有人吐了。不过一个个脸色苍白如纸。随后一群人再次回到了天台。耗子，看下网上有没有什么消息，尤其是有没有官方的消息。陈浩赶紧打开手机查看了起来。南哥，官方说让大家勇敢的拿起武器对付丧尸，等官方处理完内部的事情后就会开展救援，让大家不用担心。呵呵，这确实挺官方的。看来指望官方是指望不上，不过官方的话也没错，如果有武器的话，正常人对付普通丧尸应该还是可以的，只是敢不敢动手的问题。这世上并不缺狠人，我估计这段时间应该有不少人已经跟丧尸交过手了。南哥，你说的没错，现在网上很多这种视频，不少人组成小团体开始对抗丧尸了。校园网上也有不少视频，有好几栋宿舍楼都开始自发组成小队对抗丧尸了。咱们这一栋没有吗？我们不就是吗？好吧，还想指望有人帮忙，看来是没戏了。咱们休息1个小时，然后去看看7楼还有多少人活着，顺便找找食物和水。众人点头。1个小时后，众人来到了7楼的走廊。这一层我观察过了，没有幸存者了，丧尸也被我们清理完了。走吧，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清理。半小时后，10个宿舍全部清理了一遍，几人也都各自背了个背包。随即众人决定今晚找个干净的宿舍住一晚，明天再做打算。就这样，赵坤3人住一间，萧南和陈浩住一间。南哥，你说我们能在末日活下去吗？别想太多，走好眼前的路就行。一会你跟我下6楼。下6楼干嘛？咱们在这里不是挺好的吗？刚刚清理丧尸时，我开启特殊能力看了下6楼，见到6楼走廊中有一只特殊丧尸。特殊丧尸就是脑袋里有晶体的那种吗？对，你觉得我的力气为什么会突然提升了那么多？我一直想问，你力气怎么突然变那么大了？难道是那颗晶体？没错，就是吃了那颗晶体后，我的身体素质得到了大幅度提升。这晶体或许就是末日生存下去的关键，所以我们要趁别人还没发现多弄一点。南哥，你的意思是，这种晶体只有特殊丧尸身上才有？今天我们杀了那么多丧尸，我全都观察了一遍，只有那一只丧尸脑袋里有晶体，由此可见，特殊丧尸应该极为稀少，难得碰到一个。好，我听你的，那需不需要叫上他们？不用，我们跟他们只是合作关系，没有利益冲突还好，一旦涉及到利益关系，势必会有问题，这种东西我也不可能让给他们。那咱们什么时候下去？休息一会就下去，尽量别惊动他们。另一个房间内，坤哥，你有没有觉得那个萧南的力气似乎变大了很多？我早就发现了，如果没猜错，应该是他从丧尸脑袋里面抠出来的那个红色晶体的原因。你这么一说，还真有可能，好像他就是吃了那个东西以后力气变大了。可是他怎么知道那个丧尸脑袋上会有那个东西的？而且他竟然还敢吃，这也是我想不通的地方。而且你们注意到没？下午清理丧尸的时候，这个萧南就像知道里面有没有丧尸一样，每次都能提前做出布局。这么一说，我感觉他就是个怪胎啊！那我们还要跟他们一起吗？离开宿舍前还是跟着他们好些，至少跟着他们，我们生命更有保障点。不过我们也得自己想办法弄点晶体，我可不希望一直被他压着。放心，坤哥，我们一定会帮你弄到的。深夜，学校宿舍6楼，萧南看着走廊中的10多个丧尸，而那个特殊丧尸就在中间。耗子，那个穿黑色衣服的就是特殊丧尸，你会隐身，想办法将他引过来，或者引到某个宿舍内。好，我试试。小心点，要是不行的话就算了，记住使用特殊能力会消耗精神力，一旦感觉头晕的话要赶紧退回来，否则你隐身会失效的。放心吧，南哥，我明白。陈浩身体很快便消失在了原地，在萧南的真实之眼下，陈浩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在离一群丧尸2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随即陈浩拍了拍身旁宿舍的门，顿时就有2只丧尸直接冲进了宿舍中。见这一招有效，陈浩再次换个位置制造动静，成功吸引走了7、8只丧尸。这时的萧南看到特殊丧尸已经暴露在外，直接冲了过去，铁管瞬间特殊丧尸缓缓地倒在了地上，随后将红色晶体取出，在那些丧尸发现他们之前，退回到了7楼的宿舍中。南哥，这东西真的能让人实力大幅度提升？你试下就知道了。啊，给我。不给你给谁啊？南哥，我觉得还是你吃吧，你要是再吃1颗，说不定实力还能提升，到时候这些丧尸还不是轻松拿捏。耗子，现在是末世，想要在末世生存下去，必须要有实力，你是我唯一放心将后辈交出来的人，所以我们要共同进步才行。如果只是我提升了，而你在原地踏步，最终你只会成为拖油瓶，你也不希望变成这样吧？我可不想当拖油瓶。那行，这颗我吃了。陈浩接过晶体直接丢进了嘴里，
很快晶体便化为能量融入了陈浩的体内，不一会陈浩才睁开了眼睛，握了握拳头。好神奇啊！我感觉我现在能打死一头牛。南哥，我脑海中出现了一幅北斗九星图，跟昨晚上看到天空中的北斗九星一模一样，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我摸索了半天了，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可能开启了修炼体系。修炼？怎么感觉这么玄乎呢？异能都有了，修炼不也很正常？别想那么多，今晚好好休息，明天还要继续战斗。次日，肖楠拿起手机，发现收到了一条信息，是室友刘文亮发来的。南哥，你们还活着吗？末日来了，刘伯变成丧尸了，我躲在厕所侥幸逃过了一劫，我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如果你们还活着，找个地方躲起来，千万要活下去。他还活着，耗子，亮子还活着。真的？那刘伯呢？他变成丧尸了，亮子现在躲在3楼的厕所里，处境很不好，我们得想办法下去救他。随后两人商量了一下，背上背包来到了赵坤几人的宿舍。我们准备去3楼救人，你们去不去？这里到3楼要经过3层楼，我们这样下去肯定会惊动这几层楼的丧尸，要是被上下包抄就完了。很危险，所以问下你们去不去？你们要是不去的话，那我跟陈浩去了。赵坤思索了一会，最终还是摇了摇头。对不起，我没办法陪你们冒这个险，我要为瘦猴和老黑负责。我理解，那我跟陈浩去了，你们自己小心点。肖楠，我希望你们能活下来。随后肖楠和陈浩小心翼翼地往楼下走去，万幸的是楼梯间并没有碰到丧尸。两人一路来到了3楼，而此时3楼的楼道中聚集了一群丧尸。3楼怎么聚集了这么多丧尸？现在有些麻烦啊，这么多丧尸看样子一时半会不会离开，一会4楼的丧尸过来了，我们就完了。你能隐身，我可不行。那怎么办？冲过去，一路干到我们宿舍，一会你跟紧我，以我们的实力，冲过去应该问题不大。好，听你的。随后两人直接冲了过去，一群丧尸见到2个活人，疯狂朝两人冲去。肖楠手中的铁管猛然抡出，将一个又一个丧尸打倒在地，快速朝前方冲去。陈浩紧跟而上，眼看就要到达803宿舍了，却在这时，一个倒在地上的丧尸突然咬住了陈浩的腿。耗子，桑管瞬间出手，将咬住陈浩的丧尸解决，随即拉起陈浩，将前面几个丧尸撞开，直接冲进了宿舍中，迅速将门关上反锁。南哥，耗子，亮子，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你们能活着真是太好了。还说呢，你可知道我们为了回来救你遭了多少罪吗？陈浩将腿伸了出去，那里肉都被咬掉了一块。耗子，你早知道会这样，我就不该给你们发信息的。如果你变成丧尸了，我会陪你。好了，亮子，耗子没事的。此时肖楠已经找出纱布酒精走了过来，正在他准备给陈浩包扎时，却突然停住了，因为刚刚他开启真视之眼观察陈浩伤口时，无意间看到了胡文亮，而这一看直接让他愣住。末日降临第2天，丧尸的爆发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很多人不得不铤而走险出来寻找食物，可是在时来时往的街道上，一不小心自己就成了送外卖的。此时308宿舍内，亮子，你竟然也有异能，而且是治疗系异能。异能？南哥，你在说什么啊？什么异能？亮子，你试试用手放在耗子受伤的位置，然后集中精力想着治好他，你按我说的做就行。胡文亮点了点头，随即蹲下身子，把手放在了陈浩受伤的位置。很快在几人惊叹的目光中，伤口竟然以肉眼所见的速度慢慢愈合，没一会伤口就完好如初了。这异能这么厉害的吗？我感觉我现在神清气爽，一口气爬50楼也不费劲。肖楠也一脸惊叹地看着这一幕，感觉太不可思议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是这样的。随后肖楠将他所知道的与胡文亮说了一遍，总算让他有了点概念。对了，亮子，刘伯变成丧尸了，你怎么活下来的？昨天晚上我正在打游戏，突然从窗户看到外面很红很亮，好奇之下我开门走了出去，居然看到了北斗9星，还有一颗赤红色的星辰。当时看到那一幕，直接把我震惊的睡意全无，一直看到星星都消失了，才回到了宿舍。回来就看到刘伯已经变成丧尸了，我吓得躲进了厕所。后来在网上看到了丧尸爆发，我就一直躲在厕所不敢出来，再后来就给你发了信息。好家伙，你应该是第一个最早接触丧尸还活着的人吧？而肖楠听完胡文亮的讲述，却陷入了沉思。我有异能，陈浩有异能，胡文亮也有异能，我们唯一的相同之处就在看到了北斗9星和赤红色的星辰，莫非异能跟这个有关？那个，南哥，你们有吃的吗？我都快2天没吃东西了。这包里没有吃的，吃点东西都休息会吧，尤其是亮子，应该2天都没合眼了。胡文亮点了点头，随即开始大口的吃起来。次日，学校的广播突然响了起来。
同学们，我是你们的校导主任，你们不要惊慌，学校并没有放弃你们，官方很快就会过来救援我们的。现在没有食物的同学，全部到大食堂集合，我会给你们分配食物。你们过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由于丧尸对声音特别敏感，在听到广播声音后，一群一群的往喇叭发出声音的地方冲去。而这时很快便有学生组织了起来，手中拿着各式各样的武器，小心翼翼地向着食堂而去。而此时的肖楠他们正在宿舍内搜刮各种生活物资。走，把东西放回宿舍，我们也出去。去哪？去找特殊丧尸。三人将东西放好后，随即便开始行动。刚离开宿舍，就看到几只丧尸在漫无目的的游荡着。好在肖楠有真视之眼在，能分辨出是不是特殊丧尸，而且每次换地方都能提前发现丧尸，然后提前躲避。终于在三人经过操场时，肖楠突然停住了脚步。找到了，2个都是特殊丧尸。耗子，我们一人一个，亮子在后面就行，速战速决，别把其他丧尸引过来了。明白。随即两人便向着2只丧尸冲了过去，对着丧尸的脑袋就打了下去，完美解决。肖楠很快摸出来2颗红色晶体出来，这就是你们说的能量晶体。给你1颗，赶紧吃了。哈，给我。不然呢？我们3个就只有你最菜了，你还想一直当拖油瓶啊？胡文亮也明白这颗晶体的重要性，他没说什么，只是感激地看着2人，随即将晶体吞入了腹中。一会后，3个实力强大的家伙再次出发。就这样，1下午的时间，肖楠他们一共获得4颗晶体。此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他们便回了宿舍。刚到宿舍楼下，就看到一群人沉着脸正准备上楼。你们怎么又回来了？说多了都是泪，我们出去的晚，现在食堂外全是丧尸，根本进不去，我们只能回来了。好吧，那确实挺惨的。你们这是干嘛去了？看样子也是刚从外面回来。闲着没事，杀几只丧尸玩玩。吹什么牛呢？还出去杀丧尸玩？你咋不说你能上天呢？就是我们出去拼命的时候，你们几个躲在宿舍不敢出来，现在搁这装什么呢？南哥，我手痒了，动手呗，别给我留面子。欧啦！陈浩直接来到了叫得最凶的2人面前，抬手就扇了过去，2人直接被扇倒在地。你怎么打人呢？赵孔啊，他们敢动手打人，你们怎么说？你们要找死我不拦着，但别拉我下水。见到赵坤的反应，一群人顿时傻眼了。赵坤有多凶，他们一路上可是看得清清楚楚。他们在跑回来的路上遇到的丧尸几乎都是赵坤杀的，但就这么凶狠的赵坤，似乎在怕这几个人。这次只是给你们一个教训，记住，以后说话注意点。说完，陈浩回到了肖楠身边，随后几人直接向宿舍楼内走去。算你们命大，要是萧疯子出手，你们估计早没了。他还敢杀人不成？呵呵，现在都什么世界了，杀个人很难吗？308宿舍中，南哥，咱们食物也不多了，顶多也就坚持到明天。看来要去寻找食物了。看赵坤他们的情况，食堂那边估计是去不了了，还真得好好想想去哪里搞吃的。超市啊，学校那么多个超市，咱们随便占领一个也能吃10天半个月吧。对啊，超市不错，那明天咱们就去超市。对了，耗子，查一下网上的信息，看看有没有人说晶体的事。好。陈浩打开手机查看了起来，好一会才到。没看到，现在网上除了求救的，就是杀丧尸的。要么就是还没有人发现，要么就是有人发现了也不说，毕竟都喜欢闷声发大财。对，就像我们一样闷声发财。好了，早点休息，明天继续战斗。末日第3天，天空异象再现，一个个丧尸顿时安静了下来。动物园中，一只猛兽似乎血脉觉醒般轻而易举地突破了动物园的铁栏，彻底恢复了自由。清晨，肖楠几人离开宿舍，一路上碰到丧尸能避则避，避不了就地解决。很快就来到了学校里最大的超市，随即肖楠开启真视之眼看向了里面，很快脸上露出了怪异的神色。怎么了，南哥？碰到熟人了，你的老相好。柳如烟。对，还有你的富二代情敌，里面差不多有10几个人，不过这并不影响你削他，我跟亮子是你最坚实的后盾。就是耗子，削他，我看其他人谁敢动。走吧，我们进去吧。几人来到超市门口，敲了敲门，结果原本还有声响的超市顿时安静了下来，显然是不打算让人进去。随即肖楠狠狠一脚踢在门上，直接踢出了一个大洞。此时超市内，一群人瞪大眼睛看着几人，显然是被吓到了。你们怎么回事？把门破坏了，要是丧尸来了怎么办？对不住，我们敲门没人回应，我以为里面没人呢，不好意思，看样子你们只能换地方了。现在到处都是丧尸，哪有那么多地方换？你们赶紧把门修好，否则别怪我不客气。怎么个不客气法？打飞了，然后丢出去。哦，明白了，修门我倒是没学会，不过我会修人。一声闷响，男子直接摔出去几米远，其他人顿时大惊。你敢打豪哥，不想活了是吧？怎么，你们想动手？一群人被肖楠的气势吓到，一时间都不敢说话了。陈浩，只见一个长相清纯的女子一脸惊讶地看着陈浩，这个就是陈浩的前女友柳如烟。而听到柳如烟的声音，陈浩的身体明显僵硬了一下。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如烟以前的屌丝男友啊！怎么上次羞辱还不够，还要来找不自在？陈浩，你走吧，我们是不可能了。我现在喜欢的是王月豪。我就是个傻子，竟然还幻想着你会回心转意。怎么还对我家如烟念念不忘呢？她可不是你这种屌丝能够配得上的。算了，既已是路人，没必要再生出瓜葛。走吧，南哥，我们去拿食物吧。哎，好吧。屌丝就是屌丝，就只知道认怂。这里的食物是你们这种屌丝能碰的吗？给我废了他们！敢打我，今天要让你们躺着出去！听到王月豪的话，一群人便冲了过来，作孽，不可活！手中铁管随手一抡，冲在最前面的男子被砸倒在地，紧接着铁管再次一扫，又有2人飞了出去。没一会10多个人便全部躺在地上。这时陈浩向着王月豪走了过去。你想干嘛？我可是王氏集团的公子，你要敢乱来，你就死定了。对啊，陈浩，你别冲动。原本不想跟你们有什么瓜葛的，奈何你自己非要找死。既然如此，那咱们就把账算一算吧。陈浩说完，直接一棍砸向了王月豪。陈浩，你怎么，你也想来一棍吗？走吧，我们去拿食物。随后3人向超市里面走去，留下一群躺在地上和惊慌失措的柳如烟。很快几人就将背包塞得满满了。我们还需要出去打晶体，不能一直待在超市。现在外面来了不少丧尸，一会出去估计有点麻烦。刚刚就应该直接让他闭嘴。只是挖个墙角而已，不至于杀人吧？该狠的时候得狠，这样才能在末日生存的久一点。算了，这种事也没那么容易转变的，慢慢来吧。南哥，那现在我们怎么出去？去后面看看，我记得这个超市有个后门的，看看后门丧尸多不多。几人商量好后便朝超市后面走去，很快就找到了后门。肖南用真视之眼看了一下外面，只有2只丧尸在徘徊。几人开门出去，以最快的速度将其解决。快走，其他丧尸应该听到声音了，很快会赶来了。陈浩和胡文亮点头，随即3人迅速朝远处跑去。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肖南并没有把门关上。10分钟后，肖南几人很快来到食堂不远处，看到食堂周围的丧尸，3个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不得上千只丧尸啊！食堂里面的人岂不是要被困死？看来以后人多的地方要尽量远离。随后肖南开启真视之眼扫了一遍这些丧尸，顿时脸上露出了惊讶之色。怎么了，南哥？这里面差不多有上百个特殊丧尸，很明显特殊丧尸变多了，而且里面还有一个很特殊的丧尸。很特殊？怎么个特殊法？其他特殊丧尸脑袋中的晶体都只有鸡蛋大小，这个丧尸脑袋里面晶体差不多有碗口大小了。难道特殊丧尸还有不一样的？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如果没猜错，我们之前所碰到的特殊丧尸是属于1阶丧尸，而这个很有可能是2阶丧尸。那是不是实力会更强？那是肯定的。肖南原本以为以他的实力杀这些丧尸已经没什么压力，却没想到竟然还有更强的丧尸。看来这些丧尸在不停的进化，普通丧尸会慢慢变成了1阶丧尸，而1阶丧尸也会慢慢变成2阶丧尸。人类若是一直躲着，迟早要被灭亡。那我们要不要把晶体的事情公布出去？公布是要公布的，否则人类绝对要亡。不过尽量不要我们来公布，不然以后肯定麻烦不断。这几天官方应该都在清理丧尸，毕竟有着各种强力武器，对付丧尸还是简单的。估计他们很可能已经发现晶体了，我们再等等吧，由官方公布会好一些。也是，那我们还打吗？打个毛啊，换地方吧，这里是没法搞了。随后几人快速离开了。末世第4天，丧尸的实力再次提升，一些原本还能清理丧尸的团队，在遭受到了重大损伤后也不得不躲起来。现在整个城市都弥漫着绝望的气息。离开食堂后的肖南几人继续寻找特殊丧尸，很快就击杀了2只特殊丧尸。随后肖南把2颗晶体吞入腹中。怎么样，南哥？9星图第2个角有没有点亮？没有，这次连实力几乎都没有提升。怎么会这样？加上昨天的，你都吃了第5颗了，怎么会无效了呢？肖南思索了一会，忽然想到了什么。我大概知道什么情况了。如果没猜错，想要点亮第2个角，应该是要2阶晶体。2阶晶体，难道就是我们刚刚在食堂外说的那种很特殊的丧尸？对，那我们要去搞它。先看看其他地方还有没有2阶丧尸吧，那里不到万不得已别去碰，会死人的。几人再次搜寻了起来。接下来一段时间，几人再次碰到了好几个1阶丧尸，获得的晶体都给了胡文亮和陈浩，让他们的实力也提升了一大截。最后在返回宿舍的途中看到了一个2阶丧尸。找到了，那个白衣服的就是2阶丧尸，不知道实力如何，我先牵制住他，你们尽快解决其他丧尸过来帮忙。好。几人瞬间朝着一群丧尸冲了过去，而那只2阶丧尸也迅速朝他们冲来。肖南直接迎了上去，手中铁管砸向了丧尸脑袋。突然丧尸一个闪身躲了过去，随即肖南又是一招刺了过来，丧尸直接飞了出去，但是却并没有多大影响，再次向着肖南扑了过来。一时间肖南也是被2阶丧尸缠得无计可施，好在陈浩和胡文亮很快就赶了过来，3人一起出手，终于是将这个2阶丧尸给解决了。随后肖南从其脑袋中掏出了一颗碗口大小的晶体，直接吞入了腹中。
晶石入体后，瞬间化为庞大的能量涌入萧南的四肢百骸，而萧南脑海中的星空图第一颗星辰的第二个角瞬间便点亮了。萧南握了握拳头，感受到体内强大的力量。看来真的如我猜想的一样，星图点亮的越多，实力也会越来越强。脑海中有9颗星，每颗星都有5个角，每点亮一个角，实力都会大幅度提升。不知道彻底点亮9颗星又会是什么样的景象。南哥怎么样了？第2个角点亮了，我估计我现在一拳下去至少300多公斤的力量。太好了，南哥提升了，咱们生存更有保障了。不管多困难，我相信我们都能活下去的。我觉得我们和丧尸一样，点亮1个角是1阶，点亮2个角算2阶，接下来就是要把你们也弄到2阶。没事，南哥，丧尸的实力在成长，今天没什么2阶丧尸，到明天估计就又有了。也是，走吧，先回宿舍。随后几人便回了宿舍。休息会，等晚点咱们出去看看。都天黑了，出去看什么？这些丧尸白天好像都不提升，每过一晚到第2天就感觉实力提升了一大截，总得看看是什么原因吧。要是能找到方法，说不定我们也能提升呢。有道理，确实应该出去看看。晚上11点，三人再次走出了宿舍，没多久便看到了几个丧尸。三人躲在石雕后面观察着几只丧尸，结果看了半天也没看到什么不同之处。这些丧尸就跟白天一样瞎晃悠，也没看出什么不一样啊。再看看吧，今天一定得找出丧尸提升的原因。于是三人耐心地蹲守着这几只丧尸，这一等就是1个小时。随着凌晨12点的到来，原本晃悠的丧尸突然停了下来，随即一个个安静地抬起头看向了天空。北斗9星出来了。难道北斗9星要晚上12点才会显现出来？为什么看不到北极星呢？我那天晚上迷迷糊糊看到好像坠落了，就是北极星坠落后才出来的那颗赤红色的星辰。我也看到了，只是现在赤红色星辰也看不到了。古代把北极星叫做紫微星，紫微星动必然有大事发生，这紫微星落，那不得乾坤动荡啊。现在都末日了，还不算动荡啊。随即萧南开启真视之眼，看向不远处的几个丧尸，顿时发现周围似乎有丝丝气体涌入他们体内。这难道就是灵气？只是丧尸怎么会知道吸收灵气，而我们人类居然不会？随后看向了他们这边，却并没有发现灵气的存在。耗子、亮子，你们2个集中注意力，看着天空中的北斗9星。听到萧南的话，两人抬起头，认真地看着天空中的北斗9星。过了一会后，两人周身竟然真的出现了一丝丝灵气，缓缓地涌入他们体内。这抬着头脖子真够酸的。随着胡文亮动了一下，他周身的灵气瞬间便消失了。原来如此，我明白了。走，上天台。萧南说完便朝宿舍走去，三人一路冲到天台。南哥，咱们来天台干嘛？我刚刚用异能观察了一下那些丧尸，他们在看着天上的北斗9星时，周身有灵气涌入他们体内。我也让你们试了一下，当你们集中精力看向北斗9星的时候，身边同样也有灵气涌入，这或许就是一种修炼的方法，所以我们也试试。听到萧南的话，两人顿时瞪大了眼睛，随即三人直接躺了下去，认真地看向了天空中的北斗9星。没一会，一丝丝灵气便开始涌入三人体内，而三人并没有什么感觉。要不是相信萧南，陈浩和胡文亮两人都放弃了，但是一直坚持盯着一个东西，眼睛很容易受不了。陈浩和胡文亮两人每看20分钟就要休息一会，而萧南却自始至终一直看着天空。就这样，三人在天台看了一整晚的星星。末日爆发第5天，官方突然公布了一则决定人类命运的重大消息，称有一部分特殊丧尸脑袋里面有红色的晶体，这种晶体吞噬后可以让人体质提升，轻松击杀普通丧尸，并鼓励人们勇敢站出来击杀丧尸，提升实力才能在末日生存下去。而此时看了一晚上星星的几人已经回到了宿舍。一晚上时间，我感觉力量至少提升了30多公斤，你俩感受一下，看实力有没有提升。提升了，我感觉差不多提升了10公斤的样子。我也差不多。以后咱们每天坚持这样修炼，就算晶体的事情公布了，咱们也能一直保持领先。走吧，继续杀丧尸，今天争取你们2个到2阶。随即三人便出发了。就在几人经过操场时，却碰到一群人正在与一群丧尸战斗。让人惊讶的是，其中有2人居然都达到了1阶。难道他们知道了晶体的事情了？耗子，看下网上有什么消息。陈浩赶紧拿出手机查看起来。南哥，你猜测的没错，今天上午官方公布了晶体的事情。果然，利益才是克服一切困难的根本，就像我们一样。要是不知道丧尸的晶体能提升实力，我们还会每天跑出来吗？也是，估计现在到处都有人出来杀丧尸获取晶体了。走吧，我们也要加快进度了。就这样，三人用了半天时间，最终收获了2颗2阶晶体和4颗1阶晶体。陈浩和胡文亮也成功晋升到了2阶。走吧，去寻找下一个目标。就在这时，突然一个影子窜了出来，瞬间抓向了萧南。什么情况？学校里怎么会有老虎？有没有一种可能，这是一只二哈？小心点，这只二哈有可能变异了，不好对付。这时那只二哈又迅速朝着陈浩抓去，剧烈的疼痛从陈浩肩上传来。我打不到他，这家伙速度太快了。此时萧南皱起了眉头，从力量强度来说，
这二哈顶多也就2阶的样子，但是速度太快，几乎打不到。随即萧南开启了真视之眼，只见二哈再次冲了过来，萧南瞬间出手，直接将其砸飞了出去。就在这时，二哈身后突然凭空出现了一个人，直接将他踩在地上动弹不得。要是不开异能还真抓不到你，这下看你还嚣不嚣张的起来。这玩意可比丧尸难对付多了。南哥，怎么处理？杀了吧，这家伙脑袋上也有晶体，而且似乎与丧尸的不一样。陈浩点了点头，随即手中的钢管便要朝二哈砸去。二哈似乎知道了接下来的命运，没有恐惧，没有哀求，眼神中似乎有着一丝解脱。等等，这家伙看起来好像跟其他二哈不大一样，似乎灵智很高，你们说有没有可能把它收为宠物？南哥，你可真敢想，我敢说只要我一松脚，这玩意绝对跑得没影了。而此时原本已经认命的二哈，却突然急切地叫唤了起来，那样子似乎有话要说。他什么意思？难道听懂了我们的话？不可能吧！震惊的是，这只二哈竟然点了点头，眼神中满是焦急之色。你什么意思？你是想让我们放了你？你做我们宠物？二哈快速地点了点头。凭什么相信你？要是放开你跑了咋办？随后二哈抬起头，露出满脸祈求的眼神。南哥，你不会真相信他吧？试试呗，他要是敢耍小聪明，再弄死就是了。我们能抓他1次，就能抓他2次。好吧。随后陈浩将脚拿开，并做好了随时出手的准备。二哈一个翻身便站了起来，不过却没有攻击他们，也没有逃跑，只是乖巧地蹲在了萧南身前。以后就叫你二狗子吧。南哥，你真的要收留他吗？现在还不确定，先观察一段时间再看吧。要是真的有这么一个宠物的话，对我们提升可就太大了。当然，不然我就直接弄死了。走吧，继续寻找2阶丧尸。随后几人再次出发，二狗子也赶紧跟了上去，很快便在图书馆楼下找到一只2阶丧尸。二狗子，上，让我看看你的实力。二狗子一听，瞬间朝丧尸飞扑而去，直接一爪抓到了2阶丧尸的脖子上。2阶丧尸咆哮着朝二狗子抓去，而二狗子每次都朝对方脖子抓，没一会丧尸就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有点猛啊。确实猛，走，挖晶体了。陈浩直接走到了丧尸尸体旁，随即将里面的晶体抠了出来。这颗晶体还是先给南哥吧。必须的。萧南也没有拒绝，直接将晶体吞入腹中，很快能量便融入了4只百骸。果然到2阶了，还是需要2阶晶体才能提升。接下来咱们去女生宿舍那边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遇到2阶丧尸。随后几人一路向女生宿舍方向走去。刚到女生宿舍这边，几人顿时傻眼了。此时在他们前方，整片空地全是丧尸，保守估计足足有400-500个。南哥，这里面有2阶丧尸吗？有，但丧尸太多了，没法打。要是我们被围住就完了。要不让二狗子去试试，他速度快，说不定能在丧尸群中把那个2阶丧尸杀了也不一定。听到陈浩的话，二狗子顿时身体拱了起来，一脸警惕地看着他。算了，太危险了，回去睡一觉，明天应该会有很多2阶丧尸了。几人商量好正准备回去，就在这时，只见身后突然出现一群女生，疯狂地往他们这边跑，而他们身后还跟着一大堆丧尸。很快他们前面那400-500个丧尸也听到了声音，随即一脸兴奋地朝这边冲来。顿时3人莫名其妙就变成了被前后夹击的状态。南哥，怎么办？这前后差不多上千个丧尸了。此时萧南心中也是无比凝重，他没想到来一趟女生宿舍竟然会碰到这种情况。耗子、亮子，准备战斗，我们必须冲到宿舍大门那里，只要进了宿舍楼就安全了。陈浩和胡文亮看了眼远处的大门，都是一脸的凝重。不过他们也知道，这是他们唯一的办法。一旦两边的丧尸汇聚到一起，那他们基本上就逃生无望了。末世第6天，网络信号中断，食物短缺问题再次加剧，人性的阴暗也在加速放大。而获得晶体实力得到提升的人，内心的欲望也开始膨胀。准备好，冲过去！萧南说完率先冲了出去，陈浩和胡文亮赶紧跟上。很快萧南对着前面几个丧尸砸了过去，然而前面的丧尸刚倒下，后面的丧尸就扑了上来。陈浩和胡文亮也瞬间出手，对着冲来的丧尸就是一顿猛砸。就在这时，二狗子突然扑了上来，然后在一群丧尸脑袋上跳来跳去，成功吸引住了丧尸的注意力。不少丧尸对着二狗子扑杀而去，萧南抓住机会直接撞开了前面几个丧尸。陈浩和胡文亮瞬间跟上，3人快速冲入了大门中，随即将门关上。这次真的多亏了二狗子，要不是他将丧尸引走，我们可能真的要交代了。是啊，对了，二狗子呢？几人这时候才发现二狗子并没有跟上来。就在这时，一声狗叫声传来，没一会二狗子虚弱的走了进来。亮子，快给二狗子治疗一下。胡文亮赶紧将手放在了二狗子身上，帮他治疗了起来。没想到二狗子速度那么快，竟然也伤成这样。在丧尸头上蹦无异于钢丝上跳舞，那么多丧尸张牙舞爪的举起手，他根本没有落脚的地方，没被抓到直接咬死已经算好了。还好有亮子在。是啊，要没有他，受这么重的伤只能等死了。完了南哥，我们东西都没带过来，晚上没饭吃了。萧南眉头一皱，因为背包碍事，他们把东西都放在了宿舍中，没想到出来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回不去了。这样吧，你在这里守着，我上楼把宿舍搜刮一遍，看能不能搜到点东西。好。
随后肖南便挨个宿舍搜刮起来，很快整个5楼搜完都是一无所获。肖南来到6楼，却发现有一个房门竟然是反锁的，随即开启侦视之眼看了进去，发现里面有4个女生正一脸警惕地看着门口，显然是听到了他的脚步声。看到这个情况，肖南想了想，并没有走过去。只要知道这里有吃的就行，到时候再来这里找他们借点吃的，应该没什么问题。随后肖南直接转身下楼了。南哥，怎么样？有收获吗？算是有吧。6楼有4个女生，她们那里有吃的，我们要是实在饿的话，可以找他们借点。这末世食物这么紧缺，谁会把食物借出去啊？我自有办法，我感觉他们会借的。对了，南哥，现在手机断网了，断网之前收到一条短信，是官方发布了一份丧尸实力以及人类等级划分的资料。居然断网了，可能事态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官方实力是怎么划分的？跟你之前说的一样，丧尸和人类实力都是按1阶、2阶来定义的，现在基本上都是1阶和2阶丧尸，还没有发现3阶丧尸。据官方所发布的信息来看，1阶力量大概在100到200公斤左右，2阶在300到500左右，3阶还不清楚。也就是官方现在有2阶巅峰的存在了？肯定的，我们是用铁棒砸，人家是用机枪扫大炮轰，怎么比？感觉这场末日就像是一场大惊喜，也不知道最后能有多少人活下来。好了，我们也休息吧，晚上还要上天台看星星呢。次日，看了一晚星星的肖南几人刚刚起床。南哥，下面那些丧尸都没走，咱们怎么离开？那就全杀了，借助楼下大铁门，一点点给他放进来杀掉。我们不能一直困在这里，还需要出去提升实力。对了，南哥，你不是说楼上有4个女生吗？要不把她们叫下来帮忙，我们3个负责杀，他们4个负责搬运，这样不就快一些吗？这个可以，到时候给他们几个晶体，别说搬运尸体了，就算让他们解剖尸体，他们都会做的。随后3人来到6楼，肖南直接敲门。我们是昨天进来这栋宿舍的，开下门，想跟你们商量点事。怎么办，青青姐？有人来了，我害怕。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开门吧，那门挡不住他们。随着宿舍门打开，几人顿时眼前一亮。你们好，有什么事吗？是这样的，我们准备清理楼下的丧尸，你们要是没什么事的话，跟我们下去搬运尸体吧。搬运尸体，这个我们估计帮不了你们。那可惜了，我还寻思着你们要去的话，送你们每人1颗晶体呢。既然不愿意，那我们只能自己搬了。等等，你说的可是真的？当然，我没必要骗你们。好，我们搬。那走吧。肖南说完便直接朝楼下走去。青青姐，我们能相信他们吗？我也不知道，赌一把，这或许是我们的一次机会。随即几人赶紧跟了上去。来到1楼，肖南直接打开了一扇铁门，很快就有丧尸冲了进来。于是肖南3人负责杀丧尸，4个女子负责将尸体搬走，一直杀到了晚上6点多才停止。1天时间，他们足足杀了700多个丧尸。这是答应你们的4颗晶体，你们回去吧，明天继续。谢谢你们。不用感谢我，各取所需罢了。等刘青青等人离开后，肖南几人看了看一旁堆放的丧尸尸体，顿时感觉头皮发麻。南哥，咱们自己摸，不让他们一起挖晶体吗？他们并不清楚里面有多少晶体，要是让他们看到那么多晶体，心里多多少少会有些不平衡，到时候做事就没那么卖力了。而且现在晶体还是稀缺物品，还是别让人知道我们有那么多晶体为好。可是我们要那么多1阶晶体干嘛？有总比没有强，以后若是要扩张队伍，这玩意肯定是越多越好。就这样几人配合着，花了1个多小时才将所有晶体全部摸了出来，一共368颗。好了，晶体收起来，回去休息，晚上还要爬起来看星星呢。末日爆发丧尸危机，末世第6天，大部分丧尸都成长到了1阶，普通人现在只能躲在角落里无助的等待救援。星城某个会议室内，不行，必须要尽快开展救援了。每多过1天，就会有无数的民众死亡，我们不能再拖了。星城人口1000多万，有多少人还活着，谁也不确定。但是能确定的是，丧尸数量不会低于800万。就我们现在的弹药，根本做不了什么。弹药不够，大不了让兄弟们近身战斗。难道眼睁睁看着那些民众被丧尸吞噬？赵虎，你先别激动，先不说救不救得了，就算你真能救出来，如何安置？那么多人吃喝拉撒住，这些都要考虑，不是单单救出来就行的。那你说怎么办？现在当务之急要先建立一个足够大的生存基地，让民众有个安全的地方。我们现在要先商量一下建立生存基地的问题，后续才是救人的问题。此时学校女生宿舍，南哥，怎么了？下面全是1阶丧尸，而且2阶丧尸足足有10几个，这丧尸的成长速度有点恐怖啊。看来我们也要加快速度了。去把那几个女生叫下来吧，继续杀。好。等几女下来后，几人花了1上午时间，总算是将这些丧尸全部清理掉了。随后肖南吃了3颗2阶晶体后，剩余的2阶晶体陈浩和胡文亮分着吃了，他们的实力也都突破到了2阶巅峰。你们表现不错，希望你们在末世能够活下去。我们能跟着你们吗？
为什么想跟着我们？因为我们想要活下去。我们现在还不想太多人，以你们现在的实力，只要赶杀丧尸，活下去应该不难。等下次碰到，如果你们实力提升起来了，还想跟着我们，我会考虑的。没事，我相信我们能活下去的。等下次碰到，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这样吧，今天杀的这些丧尸应该有不少晶体，我们要走了没时间挖，就送给你们了。希望你们能够成长起来。啊，送给我们，这么多尸体，几十颗晶体应该有吧？你们慢慢挖，希望下次再碰到别让我失望。萧南说完便带着陈浩两人离开了。吉女看着三人的背影，心中五味杂陈。他们真的好好啊，可是他们为什么不让我们跟着呢？很明显，嫌我们太弱了。我一定会让你们刮目相看的。南哥，我感觉他们几个还不错啊，做事麻利，还是美女，你为啥不要他们？现在不适合带太多人，人越多需要的资源也就越多，对我们并没有什么好处，除非异能者，不然没必要。那既然如此，你为啥还要把那些晶体送给他们？现在到处都是异阶丧尸，我们根本不缺异阶晶体，没必要浪费这个时间，还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刘青青这个女人挺聪明的，只要不出意外，他们或许真的能让我们惊讶也不一定，所以这个人情还是挺有意义的。你就不怕他们起来了恩将仇报？他是聪明人，没有特别大的利益冲突，不会与我们作对的。他们或许能让我们惊讶，但不可能超越我们，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南哥，有时候我觉得你真不像个20多岁的人。好了，别拿我开涮了，我们现在去宿舍天台，站得高望的远，找找看有没有3阶丧尸。很快几人便来到了天台，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居然有一群人在上面。这地方又没吃的，这些人跑来这里干嘛？应该是想观察一下丧尸的分布，如果没猜错，这很有可能是一支杀丧尸的队伍。这时对面的一群人也发现了萧南几人。你们怎么上来的？当然是走上来的，还能是怎么上来的？现在是我在问你话，你老实回答就行了，别给我嬉皮笑脸。我若是不呢？哟，挺拽嘛！看来你们也是吃了晶体的进化者喽。不过进化者又如何？我们这里这么多人，哪个不是进化者？敢在我们面前嚣张，你怕是没看清形势吧？就算我们把你们杀了，也没有人会为你们做主。别以为还是末日之前，杀我们，你怕是没这个本事。老二，教他们做人，让他们知道进化者也有强弱的。随即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走了出来，一脸冷笑的走到了萧南三人面前，刚想说话，萧南一个闪身，老二的身影顿时摔了回去。还敢动手？你们一起上，弄死他们！顿时身后一群人朝着三人就冲了过来，双方一接触，惨叫声不断，一群人很快就全部被打趴在地。你们已经2阶了，不可能！我们杀了那么多丧尸，都还没有达到2阶，你们凭什么2阶了？耗子，人家要教我们做人，你也教教他吧，也让他知道进化者也有强弱的。2阶又怎么样？我可是练散打的，还怕你不成？是吗？陈浩冷笑了一声，身影突然消失不见。见到这一幕，为首的那人瞪大了眼睛，突然一声闷响传出，男子的身影直接飞了出去。异能者！说完双眼一翻，直接晕死了过去。就算同为2阶，你又能在我手中坚持几秒？一个1阶而已，你竟然连异能都用上了，算了，用就用吧，反正也不会被人知道。那他们不是已经知道了吗？死人是无法开口说话的。南哥，你是想……可是这里这么多人呢。记住，末日必须要狠，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就这样，一阵阵惨叫声传出，没一会声音彻底安静了下来。亮子，我希望你能明白，末日想要活得久，就必须狠，否则就算我们再强，总有一天也会被人阴死。南哥，我明白的，只是心里这关有些过不去，我会调整好的。那就好。随后萧南来到天台边缘处，开启真视之眼朝下方看去。怎么样，南哥？我看到3阶丧尸了。3阶有办法搞吗？搞不了，整个学校我看到了3个3阶丧尸，但有些奇怪的是，每一个身边都至少有几百上千的丧尸在。这有什么奇怪的？大批量丧尸才更有几率诞生高阶丧尸啊。或许吧，但我觉得没那么简单。我怀疑3阶丧尸具有召唤附近丧尸的能力。这不能吧？丧尸不是没智商吗？怎么可能会召唤同类？或许是我想多了，但如果是真的，那想要杀3阶丧尸会很难了。应该是巧合吧。既然这几个打不了，那咱们先不打。明天应该会有新的3阶丧尸诞生，到时候看看就知道了。走吧，先回宿舍。末日第7天，食物问题全面爆发，在没有法律束缚的末日，人性的黑暗面慢慢呈现了出来。清晨，天台上的几人正在观察着校园内的丧尸。南哥，怎么样？今天多了5个3阶丧尸，但是和昨天一样，基本上每个3阶丧尸身边都有至少数百个丧尸围着，所以我能断定3阶丧尸绝对有召唤附近丧尸的能力，或者说附近丧尸会自觉向3阶丧尸靠拢。这样的话，想要击杀3阶丧尸难度很大啊。很麻烦，但我们必须要动手，否则拖的时间越久越麻烦。3阶丧尸都如此，要是诞生了4阶丧尸，我真不敢想会是什么样子。南哥，你说吧，怎么打？我们听你的。
我刚刚观察了一下，实验室那边有个3阶丧尸，他周围的丧尸算是最少的，只有100多个，咱们就从他下手。100多个，这真的能打吗？你们俩分头行动，想办法把1阶丧尸引开，我去解决3阶丧尸。只是现在无法确定3阶丧尸实力有多强，这是一个不确定因素。所以到时候我的精力会全放在3阶丧尸身上，其他丧尸就只能交给你们了。好，确认好目标，几人再次出发。很快来到了实验室前，几人一出现，那群丧尸便疯狂地朝几人冲来。耗子样子，你们把前面的丧尸引开，我去对付3阶丧尸。说完便冲了上去，在击杀了20多个丧尸后，总算是冲到了3阶丧尸附近，随即使出全力朝着3阶丧尸脑袋砸了过去。而3阶丧尸只是后退了几步。萧南见状再次出手。5分钟后，3阶丧尸最终躺在地上一动不动。随后萧南将晶体掏了出来，直接吞入腹中。很快一股庞大的能量涌入体内，实力提升的感觉真爽。紧接着萧南便朝着陈浩他们那跑去。南哥，搞定了吗？解决了。1小时后，3人将所有的丧尸全部击杀，随后将所有晶体都取了出来。南哥，接下来继续去杀3阶。不过其他的3阶可就没那么好杀了，先去教学楼那边看看有没有机会。就在这时，几人突然感觉到地面在微微颤动，萧南赶紧开启真视之眼朝远处看了过去，顿时脸色一变。怎么了，南哥？食堂那边的丧尸暴动了，数千个丧尸在狂奔。谁胆子那么大，食堂那边的丧尸也敢惹？老鼠，一群比猫还大的老鼠，应该是变异了。看样子变异兽和丧尸也是天敌啊，这样子的话，人类似乎也不是腹背受敌了。你想多了，3方互为敌人，但目前来说，人类却是最好欺负的一方。好吧。好机会，食堂靠近教学楼这一边的丧尸都跑去追老鼠了，但是3阶丧尸却没有去追。那还等什么？干他！走，速战速决，杀完就跑，我怕那些丧尸再回来。随后几人快速朝食堂那边跑去，没一会便来到了教学楼，而这时正有一支队伍在和丧尸战斗。南哥，还有别的队伍，怎么办？动手，其他的不管，只杀那个3阶。萧南说完便直接朝3阶丧尸冲了过去，在丧尸与对方交手的时候，果断的从后面直接砸了过去，一击毙命。突如其来的一幕让那人愣住了，而萧南却快速将晶体掏了出来，揣入兜里。你怎么能这样？赶紧把晶体拿出来！怎么了？我在帮你啊！丧尸是我杀的，我拿晶体天经地义。怎么了，微微姐？他抢我晶体。抢？我杀的丧尸，我取走晶体，何来抢自一说？不管怎么样，没有我们拖住其他丧尸，你也杀不了这个丧尸吧？而且你能杀这个丧尸，微微也有很大的功劳，所以不管怎么样，这个晶体你肯定是不能独吞的。老实说，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估计杀的会更快。那一颗晶体对我们很重要，这样地上这些全部给你，我只要那一颗，你觉得怎么样？不怎么样，我这人比较有原则，我只拿我自己杀的就行，这些你们杀的还是留给你们自己吧。你要怎么样才能把这颗晶体让给我？别想了，这颗晶体不可能给你的，当然你也可以让你们的人动手抢，只是后果希望你能承受得住。唐微微紧紧地盯着萧南，好一会才叹了口气。算了，你们走吧。萧南笑了笑，随即带着陈浩他们直接离开了。微微，为什么放他们走？那可是3阶晶体啊！要是你能达到3阶，那我们生存希望可就大多了。你以为我不想要吗？但是真要打，我们这些人不一定是他们的对手。怎么可能？他们只有3个人而已，我们这么多人怎么可能打不过？为首那个人至少3阶了，我跟他对上胜率不足1成。不可能吧？你是不是看错了？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有人3阶了？我不可能看错，3阶丧尸的脑袋被他一棍子敲碎，连我都做不到。而且我看他似乎并没有用全力，所以这个人实力至少3阶。他们总共就3个人，他都3阶了，你觉得另外2个会差吗？男子一时间有些难以接受。要知道唐微微可是有着力量增幅的异能者，还没进化之前就能轻松击杀1阶丧尸了，没想到居然有人比他们还强。我们还会再见的，到时候我会让你知道。他话音未落，走远的萧南几人却疯狂地朝这边跑来。末日第8天，快点往教学楼跑，丧尸回来了。听到萧南的话，一群人顿时吓了一跳，没一会便看到密密麻麻的丧尸群朝这边冲来，随即所有人快速朝教学楼方向跑去，很快就冲进了教学楼，迅速跑上楼梯间。半小时后，丧尸群最终被楼梯间丧尸的尸体彻底毒死，众人在这时才全都松了一口气。这次多亏了你们，没有你们，丧尸群冲过来，我们绝对逃不掉的，谢谢。别谢我，我们自己也要逃而已，提醒你们只是顺带的。我很好奇，你们就3个人，到底怎么做到这么短时间实力提升到这种地步的？我也没看到你们有异能啊。这个就不方便告诉你了，你又不是我们的人。是我多嘴了。我们该离开了，我可不想在教室过夜。楼梯间都堵死了，你们怎么走？从2楼窗户跳下去啊！教学楼又不是封闭的，哪里不能走？好吧，那这些晶体你们也不挖。送你了。随后萧南带着陈浩和余文亮向楼上走去。微微，
我们以后还是尽量远离他们几个吧，我觉得他们几个太危险了。虽然不想承认，但不得不说，不管是实力还是能力，这个人都比我强，能交好尽量交好，末世多个盟友就多一分存活的机会。半小时后，萧南几人已经回到了宿舍。南哥，咱们接下来该怎么走？我看其他人都在扩张队伍，明显是想在末世有一番大作为，咱们是不是也要？不急，你要清楚，官方肯定不会允许自立为王的情况出现的。虽然现在官方管控能力大减，但是官方的实力绝对是最强的。先不说热武器，就单官方的进化者也肯定是最多的。所以现在不要去触碰官方的底线，看形势发展吧。咱们先把自身实力提升起来，等真的有一天彻底大乱了，咱们也有本钱去争一争。南哥，听你的，不管你想怎么做，我们都跟着你。好兄弟。接下来几天，几人每天白天出去杀丧尸，晚上回宿舍睡觉看星星。3天时间，萧南几人击杀了8个3阶丧尸。陈浩和胡文亮提升到3阶后，剩下的3阶晶体都被萧南吃了，让他的实力提升到了3阶巅峰。末日第11天，南哥，咱们食物快没有了，得去找食物了。现在整个学校估计都没多少吃的了，大点的超市都被那些强大的队伍占领了。看来差不多是要离开学校了。今天再找一天3阶丧尸，明天就离开学校吧。就在这时，二狗子从外面悠闲地走了进来。因为带着一条狗很容易引起别人注意，所以萧南让他有人的时候就别跟着，自己出去玩去。变异兽和丧尸似乎都有自己独特的进阶方式。如今的二狗子也已经3阶了，也就只有人类还没有摸索出进阶方式，只能靠吃晶体提升。二狗子，我们准备要离开学校了，这次你跟我们一起出去。二狗子汪汪叫了2声，表示同意。随后3人一狗再次出发寻找3阶丧尸。刚出宿舍楼，不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嘶吼声，随即便见到一群丧尸快速地朝那边跑去。什么情况？会不会是有同伴在召唤他们？可是那么久以来，也没见到有哪个丧尸会召唤同伴啊。3阶丧尸身边的丧尸都是自觉靠拢的，也不是他召唤的。走，去看看。3人一狗快速跟着那群丧尸，没一会几人来到了操场外。只见操场中上千只丧尸聚集在了一起。此时所有丧尸都看着中间的那个丧尸，似乎在等待他下达命令一般。南哥，中间那个是不是4阶丧尸？要不要搞？萧南开启真视之眼观察了一下四周的情况，似乎是这个4阶丧尸的一嗓子把附近的丧尸都召唤过来，周围都没看到有丧尸的情况。二狗子，你过去看能不能引走一部分丧尸，你速度快，他们追不到你的，你往小树林那边引，到了小树林你直接爬到树上就行了。二狗子叫了一声，直接冲了过去。很快一群丧尸就发现了他，瞬间便朝他冲了过来。二狗子撒丫子跑得飞快，数百个丧尸紧追而去。就在这时，4阶丧尸突然又吼了一声，那些追出去的丧尸竟然又跑了回来。什么情况？这家伙这么聪明的吗？很显然，4阶丧尸已经有一定智商了。那现在怎么办？先看看吧。这家伙把周围的丧尸聚集起来，应该是想搞事情。就这样，3人一狗躲在远处静静地观察着这群丧尸。果然没过多久，在4阶丧尸的带领下，一群丧尸开始出发了。萧南几人赶紧跟上。此时在一个超市门口，2队人正剑拔弩张。这地方是我们先占领的，你们换个地方吧。现在世界强者为尊，我们看上这里了，你们滚吧。周雄，我知道你是练跆拳道的，如果真要打，就算你们能赢，至少也要损失一大半的人。是吗？周雄冷笑了一声，随即看向了赵坤身后的人道：我给你们一个机会，不想死的加入我们队伍，凡是加入我们队伍的，每人1颗2阶晶体，继续留在那个队的，一会别怪我手下无情。随着他的话音落下，赵坤身后的人顿时眼神飘忽不定。这些人本就是一群见风使舵之人，现在看到了更强的队伍，顿时心动。毕竟过去有2阶晶体拿，留在这里可能连命都没了。对不住了，坤哥，我还不想死。很快就有人走向了周雄的队伍中，有了一个开头，顿时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赵坤的队伍。除了老黑和瘦猴外，其他人基本上都过去了。这下我看你还怎么跟我斗？超市让给你们，老黑猴子，我们走。我说了让你们离开吗？既然他们都加入我队伍了，要不你们也一起加入吧。做梦。那就别怪我了，末世，我可不想给自己留下祸患。就在双方即将动手之时，突然感觉到地板在颤动，只见前方不远处，一大群丧尸朝这边冲了过来。末日爆发第9天，快把货架都拖过来，堵住大门，千万不能让丧尸冲进来。怎么会突然出现这么多丧尸？此时外面一群丧尸正在撞门，这时候4阶丧尸突然吼了一声，狠狠地撞在门上，大门随即破碎。这4阶丧尸这么强，一下就把门撞碎了。南哥，我们怎么办？我们从后面捅他们屁股。 3人很快便冲到了丧尸身后，手中钢管疯狂挥动，快速击杀着后面的丧尸。丧尸也很快发现了这几个老六，随着4阶丧尸一声吼，没有冲进超市内的数百个丧尸全部转身朝他们扑来。快往教学楼跑，把他们引到教室，然后我们从2楼窗户跳起来。南哥，你是想困住那些丧尸？我们最终的目标是那个4阶丧尸。明白。
三人迅速跑进教室中，一大群丧尸也跟了进来。随后几人毫不犹豫从窗户上跳了下去，只留下一群没有智商的丧尸在教室里不知所措。几人很快再次回到了超市门口。4阶丧尸交给我，其他的你们拖住。说完毫不犹豫朝着4阶丧尸冲了过去，抡起钢管就砸。4阶丧尸一声怒吼，抬手将肖南拍飞，接着瞬间扑向肖南，一个照面肩膀就被抓得血肉模糊。这家伙果然比3阶难对付多了。这时4阶丧尸再次冲了过来，肖南再次砸了过去。由于丧尸是冲锋状态，来不及改变姿势，哪怕4阶丧尸脑袋再坚硬，也抵挡不住肖南1000多公斤的力量，被直接砸碎。肖南迅速将晶体掏了出来，直接吞入腹中，很快庞大的能量瞬间融入身体，脑海中第一颗星辰的第4个角也点亮了。这时刚解决完其他丧尸的陈浩的胡文亮也走了过来。怎么样，南哥？4阶的实力有多强？应该有1500公斤左右。厉害，这力量估计汽车都能抬起来了。差不多吧，走吧，进超市看看什么情况。当几人走进超市，便看到里面极为惨烈的场景，到处都是丧尸和人类的尸体。原本50多人，此刻仅剩下10多个人还在苦苦支撑着。此时还有5只3阶丧尸在张牙舞爪。肖南老大，能否救我们一命？只要你救了我们，以后我们几个这条命就是你的了。等我先把这几个现成的3阶晶体取了再说。很快3人便朝前方几只丧尸扑了过去，没一会超市里面的丧尸就全部清理干净。肖南老大，谢谢，如若不嫌弃，以后我这条命就是你的了，你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绝无二心。肖南看着赵坤，脸上露出了思索之色。他确实需要队友，但他一开始的想法是非异能者不要。不过异能者哪有那么多，就算真有异能者，也不一定愿意跟着他们。如果非异能者的话，赵坤3人显然是最合适的。欢迎，以后大家就是兄弟了。听到肖南的话后，赵坤忐忑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为人家卖命，但漠视那么多天了，他也认清了现实，只有跟着强者才能活下去。对面那几个人什么情况？是你新收的小弟吗？赵坤看向周雄的方向，脸上露出一抹厌恶之色，随即将刚刚发生的事情都说了一遍。听完后，肖南眼中冷芒一闪而过。周雄是吧？听说你们挺嚣张啊，都欺负到我兄弟身上来了。另一边，周雄看到赵坤抱上了肖南的大腿，脸色顿时沉了下来。他刚刚可是看到对方杀3阶丧尸如土狗，很有可能已经4阶了。他们跆拳道社的人自认实力强大，但他还是有自知之明的。面对4阶，他根本没有一点希望。可是刚刚他们也还不是你的兄弟啊。那不管，现在是我兄弟了，你们欺负我兄弟，这是总得有个说法吧？你想要什么说法？这样吧，你跟赵坤打一场，赢了你们走，输了全部留下来。你确定？当然确定，那就这么定了。你们都受伤挺严重的，休息5分钟疗会伤再开始吧。好，跟我打，我不知道你哪来的勇气。亮子，帮赵坤疗伤吧。胡文亮点了点头，随即走到了赵坤身前，伸出手摸在了赵坤伤口处。很快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着。来，吃个3阶晶体补充下体力。你作弊？作弊？没有啊，休息嘛，总要补充点体力吧。你也可以吃啊，我没意见的。很快双方站定，还没等肖南喊开始，周雄就瞬间冲向了赵坤。肖南皱了皱眉头，却没有制止。好在赵坤并没有让他失望。消防斧即将落到他脖子上的时候，手中的钢管已经先一步捅在了周雄的胸口上，强大的力量直接将胸口击穿，当场毙命。周雄后面的7、8个成员都吓傻了，一脸惊恐的看着肖南几人。南哥，其他人怎么办？斩草罪己留根，要么杀，要么放，你自己做决定。明白了。随着一阵惨叫声响起，没一会，剩余的人也全部被解决掉。半小时后，众人的状态基本上都恢复的差不多了。几人在肖南的带领下，开启了疯狂杀戮模式，一直到晚上，一共收获3阶晶体8颗，瘦猴和老黑也提升到了3阶，陈浩的实力更是提升到了3阶巅峰。随后几人回到宿舍，肖南看着只够明天一顿的食物，看来明天离开学校前还得想办法搞点食物了。学校现在每个超市都被搜刮了几遍了，现在估计就还有2个大型超市应该还有点食物，不过被2个最强的团队占领。最强的团队哪2个？一个是体育系那群人带领的，队长叫秦威，他们是末世一开始就赶出来打丧尸的，现在队伍应该差不多快200号人了，大部分都是2阶进化者了，他自己更是已经3阶了。另一个队伍是一个叫唐微微的女人带领的，她是个异能者，还是力量系的，现在也3阶了，实力极强。唐微微，呵呵，那明天咱们先去秦薇那里借点食物，然后就离开学校。南哥，现在食物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保命的，他不可能借给咱们的。会借的。赵坤愣了一下，很快就明白了过来，这个世界强者为尊。末日第10天，学校物美超市门口。你就是秦薇吧？我叫肖南，我们没吃的了，想来超市找点吃的。原来是肖队长啊，久仰大名。不过肖队长可能还不知道，这个超市早已经被我们占了，您要不换个其他的地方看看？我记得这里不是你家开的吧？肖队长说笑了，现在都末世了，谁还在乎是谁家开的？现在都是谁占领的就是谁的。
肖队长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吧？明白，就是说这个超市现在是你们的了，那你们寄点食物给我们吧，也不多，把几个背包装满就行。秦薇等人一听，脸色顿时变了，他们都在为没食物而烦恼，这些人竟然还想打他们食物的主意。肖队长来晚了，我们这里面也没吃的了，这不，我们正准备出去找吃的呢。哦，那你们去找吧，我们进去搜搜，要是真没有的话，我们就离开。肖楠，我听说过你，知道你实力很强，但你别太过分。过分？没觉得呀，只是找你们寄点食物而已，至于这么小气吗？我们这里还有100-200号人等着吃呢，没有多余的食物借给你们了，你们还是走吧。既然不借，那我就只能宣布这里以后就是我的了。像你说的，谁占领了就是谁的，所以你们走吧。现在这里被我们占领了。都说你们是学校最不能惹的队伍，我今天倒要看看你们就这么几个人，到底是怎么个不能惹法。哎，能借，为什么偏偏让我抢呢？我又不是土匪。动手！秦薇说完，当先朝肖楠砍去，一声闷响，秦薇的身体直接飞了出去。4阶，倒在地上的秦薇艰难地爬了起来，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肖楠，他已经是3阶了，能将他一脚踢飞那么远，只有可能是4阶进化者。都住手！老三，去给他们拿食物。老三不敢有任何犹豫，赶紧走进超市里面，没多久就搬出来2箱面包饼干。早这样不就得了吗？非要动刀动枪的。肖楠笑了笑，随即几人就这样大摇大摆地离开了。肖楠，总有一天这笔账我会讨回来的。你这个想法很危险，很有可能把我们一队的人带入万劫不复之地。怎么？你觉得我们会不如他们？比不了，他们凭借几个人就能将实力提升到这种地步，别说我们，我敢说全球都没有几个队伍能比得上。4阶啊，你想想，再给你5天，你能不能达到？听到军师4阶的话，秦薇也沉默了下来。算了吧，只不过损失点食物而已，别因为这点事把整个团队搭上。你是团队的队长，做任何事都要顾全大局。可是我咽不下这口气。咽不下也得咽。此时的肖楠几人已经走出学校大门，顿时都有些茫然，一时间不知道要去哪里。你们有没有家离得近的，需要回家看一下吗？说到这个，众人都沉默了。末世最担心的莫过于家人了，尤其是通信断了后，连家人什么情况都不知道。我和老黑是辽级的，瘦猴是巴蜀的，离这里都很远，现在飞机高铁全部瘫痪，想要回去谈何容易。我和耗子离家也有400-500公里，想要回去同样很困难。量子是精灵的，就更远了。那不如先在新城发育吧，咱们先找个地方落脚，最好是有别墅的。末世前没住过别墅，末世了总得体验一下。这个可以哦，我也没住过别墅。要不咱们去景和园吧，听说那里都是有钱的富豪住的，里面别墅还带花园泳池的那种，住着肯定安逸。行，那哥今天就让你梦想成真一次，就去那里。不过南哥，那地方离这里有20多公里。肖楠嘴角抽了抽，末世想要在新城穿行20多公里，简直是做梦。走，搞辆车去。几人确认好后便朝着远处走去，很快便找到车子缓缓前进。路上到处都是翻滚的汽车和零散的丧尸，时不时要下来清理一下丧尸，一直清理了2-3公里路程。而此时他们却停了下来，因为在前方突然出现700-800个丧尸，将他们的路给堵死了。快往后跑！其他几人见到肖楠的表情都有些疑惑，因为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肖楠这种表情。然而后方同样出现了大批丧尸。怎么会这样？这些丧尸怎么都突然冒出来了？很明显，有高阶丧尸在指挥。 4阶丧尸？不，4阶丧尸没这个能力。如果没猜错，应该是5阶丧尸。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4阶丧尸都没见过2个，竟然会碰到了5阶丧尸。末世才过了10多天而已，怎么就有5阶丧尸了？丧尸不像我们靠吃晶体，丧尸是自主修炼，总会出现几个天赋异禀的，没什么稀奇的。赶紧推几辆车过来垫脚，这样可以减少丧尸的冲击力。这时那些丧尸则慢慢朝几人围了过来，几人迅速将旁边的车挪了过来，排在了一起，然后直接站到了车顶。这次他们看得更清楚了，前后的丧尸加起来至少3-4千个，其中3阶丧尸就有几十个，4阶丧尸也有2个，应该是5阶丧尸指挥的。这下麻烦了，都打起精神来，这一战很凶险。肖楠话音刚落，这些丧尸像是突然收到命令一般，疯狂地朝着众人扑来。就在这时，不远处突然响起了枪声，只见10几辆运兵车朝这边开了过来，随后从车上下来了100多号身穿迷彩服的战士，手中拿着突击步枪，对着这些丧尸疯狂扫射。末日第11天，随着哒哒哒声音响起，丧尸如割麦子一般快速倒下。原本已经绝望的肖楠几人，在看到全副武装的战士，心中的绝望一扫而空。这时运兵车上下来2人，朝着肖楠几人走了过去。一个中校，一个上校，而且2人，一个3阶巅峰，一个4阶。果然，官方才是最强的。很快2人便来到了肖楠几人面前。小家伙，看你们的年纪，应该是学生吧？是中乡学院的学生吗？是的，首长。不错不错，果然英雄出少年啊！那么年轻竟然就有如此实力了。不过你们几个怎么会被这么多丧尸围住的？我们几个本想逃出学校，找个安全点的地方，没想到逃到这里，就莫名其妙冒出一大群丧尸来。还好你们来得及时，不然就凉了。
你们能在数千个丧尸围攻中临危不乱，实力至少都是3阶了吧？怎么样，有没有兴趣加入部队？说话之人抛出了橄榄枝。如果是在末世之前，部队招人自然不会这么随意，但是现在末世，官方太需要强大的进化者。对不起了，首长，我们几个懒散惯了，暂时没有加入军方的想法。不用急着拒绝，你可以考虑一下。如果你们加入军方，军方会给你们提供晶体提升实力。谢谢您的好意，我们会考虑的。好吧，也好好考虑下吧。对了，你们学校还有多少幸存者？我们正准备前往你们学校救援。差不多还有600-700人的样子吧。只有这么点人了吗？走上车吧，一起去你们学校救人。那个，我们就不去了。我们刚从学校逃出来，而且我们现在身上的伤也不适合在剧烈运动了。那更要上车了。我们车上有医护人员，让他们先帮你们包扎一下。等回到生存基地那边，我们已经重新建立了医疗体系，一般的外伤都能治疗。已经建立了生存基地了吗？外墙已经完工了，里面绝对安全。那这样吧，你们去学校救援，我们自己去生存基地。学校内还有1-2万的丧尸，我们实在经不起折腾了。好吧，从这里一直往前走，大概15公里左右，有片废弃的厂房，那里现在已经改造成生存基地了。到了那里会有人接引你们的。好的，谢谢首长。这时候那些战士已经将地上的晶体全部收集完毕。那你们小心点，我们走了。很快10几辆运兵车缓缓地向前行驶。南哥，我们不会是真要去那什么生存基地吧？去那干嘛？别墅不香吗？那里现在里面肯定都还在建设，过去估计还得做苦力，而且到时候打到的晶体肯定都要上交统一分配。那就好，我还是想去勇士别墅。重新找辆车，咱们继续出发。这条路他们清理过了，应该好走了。就在几人寻找车辆时，肖南突然感觉到有人看着他们，随即开启真视之眼，果然看到一个身穿黑色衣服的丧尸站在一间房里，冷冷地看着他们。你手下都没有了，你若敢来，避免你。南哥怎么了？我看到那个5阶丧尸了，他似乎盯上我们了。啊，那怎么办？没事，他现在没手下了，应该不敢过来，咱们先离开吧，等实力提升了再来干掉他。很快几人就找到了一辆能开的车，再次开了10多公里后，总算是到达了景和园，随便找了一栋别墅就钻了进去。紧接着众人就看到那豪华的装饰，纷纷露出了惊叹之声。突然发现末日也挺好，不然就我们这样的穷屌丝，奋斗10辈子也别想住上这种别墅。在末世前已经没用了，社会将重新洗牌，以后实力才是王道，所以抓紧提升实力吧，只有实力够强，才能在末世获得想要的东西。确实，不过有南哥在，我相信我们一定能超过其他人的。这点我也相信。好了，各自找个房间休息，半个小时后出发前往附近的超市。此时在景和园另一栋别墅中，有2人正站在3楼看着肖南他们那栋别墅。原本以为这片小区的人都走了，我能放手做了，没想到竟然还有人从外面进来。估计是一群没住过别墅的穷屌丝，趁着官方把丧尸清理了，来这体验一下有钱人的生活。希望别坏我的好事吧。凯哥，要不直接把他们做了？这些人应该都是进化者，不了解实力之前别轻举妄动。凯哥，你可是3阶巅峰的进化者，而且还有异能在身，他们就算是进化者又能如何？还不是轻易抹杀？不要盲目自信，你怎么就能确定他们中没有4阶进化者？这不可能吧？现在除了官方，外面怎么可能会有4阶进化者存在？任何事情不要存在侥幸心理，否则会死得很惨。现在是关键时刻，只要他们不来这里，尽量别跟他们起冲突。等后院的3阶丧尸进化成4阶了，我就能提升到4阶，再加上我的异能，现阶段基本上不用怕任何人了。对了，凯哥，林亦菲那女人也跟着去了生存基地。让我爸想办法把她控制住，她的异能很强，最好是能掌控在我们手中。半小时后，肖南几人绕了一大圈，总算是来到了别墅区附近的沃尔玛超市。此时超市同样大门紧闭，随即肖南开启真视之眼看了进去，里面同样是被一群人占领了。南哥，里面什么情况？有一群进化者，还有一群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的女人。又是一群人渣，南哥，我们直接强闯进去，弄死他们。强闯不了，这大门是防盗的，里面还有一层铁网，最主要是这些家伙在后面堵满了货架。那咱们怎么进去？从2楼窗户翻进去。末日第12天，肖南几人刚翻进超市，就看到几个浑身是伤的女人躺在地上，而另一边还有10几个男人正谈笑风生。一拳坐下！你们是谁？怎么进来的？耗子亮子全部杀了。陈浩和胡文亮直接朝对方冲了过去。找死！给我弄死他们！随即一群人迅速朝着陈浩等人砍去。好像没我们什么事。就在陈浩和胡文亮杀得起劲时，一声枪声突然响起，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有本事再杀！没想到你们几个还有2下子。不过你们再强，能挡得住子弹吗？几人没有说话，有些忌惮地看着对方手中的枪。我想试试。你说什么？你是觉得我手上的枪是假的？不，我知道是真的，我就是想试试真的。
萧南紧紧地盯着枪口，他很想试试以他4阶的实力能否扛得住子弹。疯子，既然如此，老子今天就成全你。随着枪声响起，萧南瞬间开启真视之眼，立马捕捉到了子弹的轨迹，随即伸手直接将子弹给接住了。虽然手上传来火辣辣的疼痛，却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厉害了，南哥，太帅了！见鬼了，老子就不信了。连续3枪快速打出，萧南的手快速挥舞了几下，随即伸出手，3颗子弹掉在地上，发出了清脆的响声。然而这个响声听在对方耳中，却像是魔音般让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死灰。感受了手枪的威力后，萧南对普通手枪也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知，随即瞬间出手，直接将为首的男子解决了，全部杀了，一个不留。陈浩等人瞬间一拥而上，没一会一群人全部被击杀。南哥，这玩意对我们威胁大不大？这玩意对1阶2阶的进化者威胁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对3阶以上的进化者来说就没有太大威胁了，就算真打到了，顶多也就破点皮，都打不到肌肉层。那是不是以后我们都不用惧怕手枪了？这只是普通手枪，官方威力强大的武器多的是，要是搬来大口径重机枪，5阶丧尸都得跑，所以千万记住，不要小看热武器，至少我们现在还没有跟热武器对拼的资格。几人同时点了点头。就在这时，那群女子不知何时已经爬了起来，没有对他们说感谢之类的话，而是一脸麻木地看着他们，那眼神就像是已经接受了这残酷命运一般。我们走吧，这地方估计要不了多久，官方肯定会来，我们需要多运点食物，不然下次过来估计就空了。半小时后，6个推车都装满后，几人便回去了。他们竟然弄来了那么多物资。凯哥，这群人不错啊，咱们食物刚好也快吃完了，没想到他们就送物资来了。等我晋升到4阶进化者后，再过去跟他们打打交道吧。都是邻居，借点东西应该没什么关系的。别墅内，萧南几人看着面前一堆的食物，脸上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这些东西足够我们吃1个月了，咱们暂时将这里当做据点，之后每次出去杀丧尸都背个背包出去，争取每天带点东西回来，这样至少短时间内不怕挨饿了。可是我们出去，有人来了怎么办？这防盗门虽然结实，但也扛不住高阶进化者啊。二狗子不是回来了吗？以后就让二狗子守在家里。此时，在外面疯了几天的二狗子叫了一声，显然也同意了这个差事，能在家睡大觉，他自然不想出去跟丧尸拼命。那可以，以二狗子的实力和速度，就算是4阶进化者，也不一定是他的对手。好了，就这么定了，赶紧的弄点腊肉出来，咱们今天吃顿好的。接下来的几天，众人白天杀丧尸，晚上就躺在露天大阳台上看星星。3天时间，陈浩和胡文亮也到了4阶，赵坤3人全是3阶巅峰，小队实力遥遥领先。此时星城生存基地会议室内，坐着星城的一把手和星城最大的家族掌控者王振宏。马市长，我之前的提议考虑的怎么样？这事先不急，现在军方的人大部分还是听刘勇的，需要想办法把军方控制权拿到手上才行。既然这个刘勇太碍事，何不？不行，现在还不到时候，战斗还得靠他。就在这时，门外突然响起敲门声。你先躲起来。王振宏点了点头，随后向另一个房间走去。进来。房门打开，一个士兵带着几个学生走了进来。市长，这几个学生一直吵着要进来见您。你们有什么事吗？是这样的，马市长，我们想出去，但是门口的警卫不让我们出去，不知道您能不能通融一下。现在外面全是丧尸，太危险了，我们好不容易才把你们从学校救回了基地，为什么还想着出去呢？我们要出去杀丧尸提升实力，待在基地太浪费时间了。没有一定实力，出去跟送死没什么区别。你们都是国家的栋梁，可不能随意冒险啊。放心，我们有实力，我们这里3阶就有好几个了，其他人全是2阶巅峰，对付一般的丧尸群都没有任何问题。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啊！既然你们有如此实力，留在基地确实有些浪费时间。这样吧，我安排几个人跟你们一起出去，这样守卫就不会拦你们了。唐微微皱了皱眉头。你们不用担心，他们有自保能力的，这也是我能想到的唯一办法。或许过几天我们想好一个完善的处理方法，你们到时候再出去也行。那还是您安排人一起吧，麻烦马市长了。很快唐微微等人就离开了会议室。马市长看来是看中这群大学生了。现在世界手上一定得多一些强大的进化者才能站得住脚啊。唐队长，怎么了？我在想马市长安排几个人跟着我们目的是什么？他不是说了吗？安排几个人过来，到时候守卫就不会拦我们了。你是傻子吗？真不知道你怎么活到现在的。以他的权力，直接一句话就能让我们出去了，何必多此一举？唐微微说完便离开了，似乎怕跟秦薇待久了会影响智商。慈姐，你怎么看？威哥，如果马市长想要招揽你，你会怎么选择？马市长招揽我，他堂市长会看得上我们。你不用管他看不看得上，你就说你会不会同意。那肯定不会，我们自己多自由啊，跟着他干嘛？
那行，记住你今天说的话。你咋了？奇奇怪怪的，不会真觉得马市长会招揽我们吧？不确定，不过尽量不要让兄弟们跟他们派来的人走得太近，也不要什么东西都在他们面前暴露。末日第13天，怎么了，南哥？这小区里面竟然还有人，而且他们还在铁笼关着20多只丧尸。这些人关着那么多高阶丧尸干什么？不会是养尸吧？卧槽，还真有可能，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萧南像是突然发现了新大陆，顿时眼睛一亮。亮子、赵坤，你们几个先下楼休息，耗子跟我走一趟，我带你去拿好东西。随后萧南带着陈浩很快来到了一栋别墅的后方，里面有只灰色衣服的丧尸，应该是刚刚突破的4阶，你隐身过去把他杀了，取了晶体就走。陈浩点了点头。里面还有2个3阶进化者，不过这回他们在打瞌睡，你一会出手砍到丧尸的瞬间再次隐身，这样他们就发现不了你了，万一要是发现了，那就全砍了。南哥，我明白。随即陈浩隐身翻过院墙，来到了院子中的铁笼前，直接把4阶丧尸开瓢，将晶体取了出来，然后潇洒离去。很快两人快速的回到了别墅内。这4阶晶体绝对是末世以来获得最轻松的一个。不过南哥，咱们为啥要这样偷偷摸摸，直接把那栋别墅占了不就好了？里面的丧尸全是我们的了。先不急，这么多高阶丧尸，凭别墅那几个人绝对是抓不到的，他们后面应该还有更强大的力量，不了解对方实力之前，别轻举妄动。那咱们今天行动，不等于是惊动了他们吗？今天不行动，明天这个4阶丧尸就没了，这可是4阶晶体啊，怎么能拱手让人呢？至于惊动，只要他们没有发现你，暂时不算惊动。至于他们看到突然被开瓢的丧尸什么想法，那就不关我们的事了。似乎想到对方见到那个场景后的表情，萧南嘴角勾起了一抹笑容。次日清晨，怎么回事？王少，这里有个丧尸被咬死了。被咬死了？不可能啊！丧尸不是不吃同类吗？或许是不够饿吧，真饿得不行了，说不定也会吃同类。毕竟他们被困了那么久。那晶体呢？好像也被吃了。对不起，王少，我们也不知道丧尸竟然会吃同类啊。不怪你们，这事我也没想到。既然发现丧尸会吃同类，那你们接下来要加倍注意了。放心吧，王少，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今天有没有4阶丧尸诞生？还没有，我们刚刚每个都测试过了。4阶那么难吗？还是说我们抓的这批资质太差？凯哥，4阶确实很难，外面的4阶丧尸也不多。不过咱们这群丧尸是比较早的3阶丧尸了，估计咱们再等个1-2天就有了。王瑞凯叹了口气，虽然感觉哪里不对，但又说不上来。另一栋别墅内，阿坤，这个给你。南哥，这颗晶体从哪弄来的？旁边捡的，有人帮我们养4阶丧尸，以后说不定每天晚上都有4阶晶体收。还有这么好的事？陈浩笑了笑，随后将昨晚的事情都说了一遍。众人听后都是眼前一亮，没想到还有这种操作。好了，赶紧把晶体吃了，等会我们继续出去杀丧尸。就在几人收拾好准备做饭的时候，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别紧张，那栋别墅里的几个大冤种而已。难道他们发现了那颗晶体是咱们偷的？什么叫偷？那是取，看他们表情不像是来问罪的，估计是来套底细的。猴子，去开门。好，瘦猴赶紧走过去开门，很快就带着3个人走了进来。不好意思打扰了，我们住在12栋的，其他人都已经走了，就剩咱们2栋还有人了，所以理应来打个招呼。你们串门也不带点东西，挺没礼貌的。不好意思，来得及忘记了，下次一定。这时萧南开启真视之眼扫了几人一遍，没想到眼前这个人竟然是个异能者。精细异能可以将身体部分金属化，防御和攻击力都会大幅度提升，同阶下估计难有对手。而且这3个人都已经3阶巅峰了，估计都在等后院的丧尸突破4阶，他们就可以突破到4阶了。现在外面全是丧尸，我看你们还天天出门，想来实力应该挺强吧？强个锤子，这不是没办法的事吗？得出去找食物啊，不然躲在家里还不得饿死啊！你真会开玩笑，你们怎么可能缺食物？末日了，谁不缺食物啊？你们要是不缺的话，要不借点给我们吧？你看我们都快没米下锅了。好说好说，既然缺食物，你们怎么不去生存基地呢？我想凭你们实力应该可以自己去生存基地吧？生存基地哪有这里住的舒服啊？以前没住过别墅，这不想着末日了，来体会下住别墅是什么感觉吗？还别说，这别墅住着就是舒服。我看你们就6个人，不知有没有想过加入大一点的势力，这样至少安全有保障些。大一点的势力是指，比如大点的家族啊，大家族不但提供物资，还能提供晶体，而且还能让你们继续住别墅，甚至过上人上人的生活。听着挺不错的，你们是哪个家族的？我们是王家的，这是我们王家大少爷王瑞凯，王家乃是新城第1大家族。原来是王少啊，幸会幸会。不过官方还在呢，你们这是要造反吗？兄弟说笑了，现在是什么世界你也清楚，官方已经无法管控了。末日之下，
群雄并起，以后实力就是王道。选择一个强大的势力，能让你以后真正的高人一等。那王家现在实力怎么样？我王家现在3阶进化者就有上百人，2阶进化者上千人，1阶更是多不胜数。听起来挺厉害的，不知道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加入王家？只要你们实力达到了3阶，我可以直接拍板让你们加入王家，享受王家各种资源。3阶啊，可惜了，我们这里没有一个3阶。王瑞凯皱了皱眉头，这与他想象的不一样。在他想来，这些人每天赶出去，实力至少应该是3阶才对，却没想到这群人竟然连一个3阶都没有。如果战斗能力特别强的话，2阶巅峰也行。看来我们是没戏了，我们这连个2阶巅峰都没有。兄弟说笑了吧，2阶巅峰都没有，你们怎么敢随意出去的？我们也没走多远，就附近逛逛，寻找些食物，或许是运气比较好吧。反正到现在没碰到什么厉害的丧尸。王瑞凯仔细看着萧南，见他似乎并不像是说谎的样子，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难道是我猜错了？这些人只是一些低阶进化者，如果是低阶进化者，那就没必要浪费时间在这里了。想到这里，王瑞凯强忍着杀人的冲动。今天打扰太久了，我们就先回去了，下次有时间再来。那我们还能加入王家吗？我回去跟家里面商量商量看看。目送几人离开，萧南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末日第14天，南哥，这个王家似乎有大动作啊。很正常，这些大家族在末世之前就暗中小动作不断，现在末世了，没点大动作才奇怪呢。看来以后真的有可能演化成群雄争霸的时代了。那个还早，至少现在官方还是最强的。不过官方现在的目光都在丧尸身上，估计等官方跟丧尸拼的差不多的时候，这些人就要冒出来了。那南哥，咱们怎么办？我们还是继续保持我们的计划，提升自身实力为主。只要自身实力强大了，不管他们怎么争，都影响不到我们。也是，不过这个王瑞凯离我们太近了，很有可能把我们卷入争斗中，所以我在想要不要把他做了。那不是捅马蜂窝了吗？到时候王家肯定要疯狂报复的，像这种家族手中绝对有热武器，到时候我们处境可能会很麻烦。这个倒不怕，大不了换个地方，就是有点可惜了这家伙的异能，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将异能夺取过来。他是异能者，而且是很强的战斗系异能，能将部分身体金属化，防御力和攻击力都会大幅度提升。如果没猜错，实力提升到一定程度，全身都可以金属化，到时候绝对是个战斗机器。这么强的吗？很强，所以我有点舍不得杀他了，说不定以后实力强大了，有办法转换异能呢。算了，先留着吧。晦气，原本还以为是一群强者，没想到是一群渣渣，浪费时间。就是亏我们还对他们这么客气，要我说刚刚就应该直接把他们杀了，把物资都抢了。少爷，还好你刚刚没冲动，里面的每个人都给我很大的压迫感，我感觉一个都打不过。怎么可能？我以前是雇佣兵，经常在生死边缘徘徊，所以我对危险有种本能的感知。如果我们刚刚动手了，我们会死。王瑞凯和王月明两人都瞪大了眼睛，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对方。凯哥，我记得他好像说的是他们那里没有一个3阶的，有没有可能都是4阶？此时王瑞凯脸上表情无比的精彩，6个4阶要是能加入王家，那王家实力绝对成倍的提升。凯哥，要不咱们明天带点东西再去拜访吧，要是现在返回去，感觉有点……咱们明天准备点东西再去一趟，还好今天没有得罪他们。深夜，萧南等人躺在天台看了一晚上星星，虽然每天提升并不算多，但是只要一直坚持下去就能无限领先。清晨，萧南开启真视之眼，看向了不远处的别墅后院，顿时眼前一亮。不错，竟然又有2个升到4阶了，你们先下去睡觉吧，我跟耗子去捡点晶体。很快，萧南和陈浩两人拿着2颗4阶晶体回来了。目前我们6人全部都是4阶，今天我们去搞点大事，去弄死那个5阶丧尸。南哥，这会不会有点冒险了？这事宜早不宜迟，那家伙那么早就晋升5阶了，绝对天赋异禀，我怕再拖下去，这家伙晋升更高阶，到时候更打不了。最主要是我现在已经到4阶巅峰了，刚好需要5阶晶体。那南哥，你要是对上他有多少把握？我感觉5-5开吧，4阶巅峰力量应该是在1600左右，凭借着修炼的提升，我现在力量已经达到2000，不过已经过去好几天了，不知道那家伙实力提升了多少，所以我现在也不敢说有十足的把握，实在不行，到时候耗子你来帮忙。好的，没问题。那家伙现在估计又会有不少手下了，他那些手下就交给你们了。众人全都点头应是，随后几人开着车一路朝着上次被丧尸包围的地方而去。南哥，我们要怎么找到他？不需要怎么找，我们就在这里杀丧尸，估计他很快就会出现了，那家伙可比我们还记仇呢。几人一边走一边击杀着零零散散的丧尸，没一会就发现周边的丧尸越来越少，似乎都躲起来了。他应该来了，走到那边房子那里去，别再被他们围在路中央了。众人快速朝着不远处的一栋房子跑去，就在他们刚靠近房子时，
四周突然窜出来一群丧尸朝他们围了过来。快，冲进楼梯间！几人很快便冲进了楼梯间，随后直接守在楼梯间将追上来的丧尸击杀。就在这时，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巨大的丧尸嘶吼声，那些原本朝他们追来的丧尸都停下了脚，没有再追上去。这5阶丧尸的智商未免太高了吧？他竟然能发现我们在利用楼梯狭窄的空间杀丧尸。南哥，丧尸都停下来了，我们现在怎么办？他们不上来，那就只能下去杀了。下去后靠着墙壁打，防止腹背受敌。打累了就退回来休息会，只要不被包饺子，以我们现在的实力，并不需要怕他们。随后众人从楼梯间走了下来，对着前方丧尸开始疯狂虐杀模式。连续杀了数百个丧尸的时候，萧南突然眼前一亮，终于找到你了。只见一个身穿黑色衣服的丧尸跟在一群丧尸身后慢慢朝这边靠近。这个丧尸看起来很特别，在一大群丧尸中间，估计所有人见到他都会觉得这个丧尸实力肯定不弱。末日第15天，此时5阶丧尸突然手持巨斧向着萧南等人就冲了过去。哼，等的就是你。随即对着跃起的5阶丧尸砸了过去，手上传来巨大的力量，使得萧南连续后退了好几步。短暂的震惊后，萧南再次朝对方砸去，而砸向对方脑袋每次都会被对方挡住。还好来得早，要是过几天，这家伙绝对又要升阶了。这次萧南狠狠地朝对方手腕砸去，5阶丧尸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抹惊恐之色，随后迅速朝尸群中跑去。还想跑？萧南猛地扑了过去，狠狠地朝着对方脑袋砸去。或许是刚刚受到重击，这一击直接砸在了对方脑袋上，丧尸脑袋如西瓜般直接被砸碎。萧南迅速将丧尸脑袋中的晶体掏了出来。快，都退回楼梯间！听到萧南的话，众人果断后退。陈浩和赵坤2个伤势比较轻的很自觉守在了楼梯间，其他人则纷纷瘫倒在地上，每个人身上都满是伤口。胡文亮第一时间给众人治疗起来。南哥，看看5阶晶体长啥样。萧南将晶体拿了出来，同样是红色，不过比4阶晶体大了不少。南哥，快点吃了，我敢说你绝对会是第一个到达5阶的，估计连官方都没有。不一定，毕竟官方有着太多优势，不过按5阶丧尸的身体强度，一般的冲锋枪应该都拿他没办法，估计只有那种大口径机枪或者强力狙击枪能杀得了，所以官方就算有，顶多也就1、2个。随后直接吞入了腹中，很快无比庞大的能量涌入体内，使得他的身体素质不断提升。怎么样，南哥，实力提升的多吗？还行，5阶进化者力量应该是2000公斤左右，我加上修炼所得，现在差不多2400公斤的力量。2400公斤啊，我现在1300都还不到，南哥估计随手都能捏死我吧。南哥，你现在脑海中第一颗星彻底点亮了吗？还没有，5个角点亮了，中间还是黑的。我有一种感觉，彻底点亮一颗星后，应该会有质的变化，或许我们异能都会有变化，不过现在还不确定，等到了就知道了。要真是这样，说不定到了6阶，我们也能拥有特殊能力了。下一阶段叫6阶不大适合，脑海中第一颗星对应北斗7星中的瑶光星，我觉得下一阶段叫瑶光镜更贴切。瑶光开阳，玉衡天权，天机天玄，天书。人类要是还不能做到自主修炼，如果一直靠晶体提升，那就相当于永远低丧尸一级。前期有着热武器优势没事，但后期这些热武器作用绝对越来越小。就刚刚这个5阶丧尸，若不是我修炼提升了那么多力量，绝对不可能打得过他。那南哥，咱们每天看星星算是自主修炼吗？算吧，不过我觉得我们还是没有掌握关键。丧尸修炼时身边的灵气比我们多了，所以丧尸修炼一晚上可以提升那么多，而我们只能提升这么点，想要靠修炼提升境界，估计得掌握诀窍才行。我以前在网上看过易筋经口诀，南哥你说是不是下次可以试试？我觉得葵花宝典更适合。好了，现在当务之急还是尽快提升实力，休息一会继续杀。今天把这批丧尸全部解决了，至少你们能再出来2个4阶巅峰。2小时后，这一批2000多个丧尸全部被几人击杀，随后几人便开始了既兴奋又无奈的挖晶体之旅。南哥，咱们什么时候能多招点人啊？不然咱们捡那么多晶体不是浪费吗？就是，我觉得应该多找点美女，一天天的一群大男人在一起真无聊。你是想找队友还是想找老婆？正常情况下，女人的体质都是要弱于男人的，招来很可能就是拖油瓶。就在几人勤勤恳恳地收取晶体的时候，一辆大巴车快速驶来，随后从车上走下来20多个拿着各种武器的人朝着这边走来。兄弟，这些丧尸是你们杀的吗？你们的队伍挺庞大，不知道其他人去哪了？别试探了，我们就6个人在这里，你们就说是不是看上这些晶体了吧？既然你们看上了这些晶体，那你们捡吧。这句话不但对面的人懵了，连陈浩等人都有点看不懂了。不过出于对萧南的信任，并没有插嘴。森哥，我刚刚仔细看了下，这附近似乎没有其他人了，就他们6个在。这几个家伙应该是看到我们这么多人怂了，所以才主动让出来。既然兄弟那么慷慨，那我们就却之不恭了。兄弟们，收晶体了。随后身后一群人兴奋地朝丧尸尸体摸去，萧南就这样一脸微笑地看着他们摸。陈浩等人虽然不解，但也都静静地站在萧南身后。
我摸到3阶晶体了。一个男子兴奋地看着手中的晶体，刚想吞入腹中，就在这时一根钢管砸了过来。你什么意思？可以捡，不能吃。你们只有捡的权利，没有吃的权利。吃不吃那是我们的事，还轮不到你来插手吧？你不会是想让我们帮你们捡晶体吧？挺聪明的嘛。你觉得你有这个资格吗？敢对我兄弟出手，今天你们几个完了，给我上弄死他们！随着钟远森话音落下，一群人朝着萧南等人就杀了过来。别弄死了，还得留着他们捡晶体呢。好嘞，明白。很快一阵惨叫过后，地上倒下了一大片人，只有陈浩几人还站在那。都是4阶，你都能4阶，我们怎么就不能4阶了？这他妈能一样啊？我们上百人的队伍打的都只剩下20多人了，费尽千辛万苦才出了我一个4阶，你们全是4阶。别想了，咱们也动手吧，让我见识下你的口系异能。你怎么知道我有异能？这个你就别管了，给你出手机会就好好把握，不然你想出手都没机会了。既然你想看，那就让你见识下，哪怕同为4阶，异能者跟普通人也是有极大差距的。钟远森冷哼了一声，只见一抬手，萧南突然感觉下方有异动，几乎本能的朝了一旁闪开，只见一根土刺便在萧南刚刚所在的地方穿了出来。见到这一幕，萧南以及陈浩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末日第16天，异能者的战斗力果然强悍，越级战斗应该都不在话下。随即萧南一个冲刺，石头被击得粉碎。你是5阶，恭喜你，答对了。钟远森脸上顿时变得无比精彩，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阶段竟然会出现5阶进化者。你打爽了，该我了。萧南抡起钢管就朝着对方冲了过去，直接将其砸飞，倒在地上不省人事。没死的都给我爬起来捡晶体，爬不起来的我一人送他一棒子。听到萧南的话，那些原本被陈浩等人打倒在地的人纷纷从地上爬了起来，随后走到丧尸尸体边开始摸晶体。没过多久，所有晶体就全部点完了。好了，晶体全部上交吧。一群人很自觉地走了上来，将晶体丢进了背包中。你们老大留下，其他人可以走了。前面只走10几公里就是生存基地，你们应该去那里。一群人果断将钟远森丢在一边，快速朝大巴车跑去。很快大巴车弹射起步，瞬间跑没影了。南哥，你把他留下是想让他加入我们吗？有这想法，这家伙异能还不错，不过还得看这家伙识不识趣了。识趣的话留着，要是不识趣就切片研究，看看能不能把异能转换过来。切片研究，南哥你这玩挺狠啊！狠不狠我不知道，反正到时候要是真找到办法了，他的异能我准备给你。给我，我操，南哥你到时候直接开口就行，切片这种事交给我，我以前经常切生鱼片，我保证能切得比生鱼片还薄，让你能好好研究。好了，带他到车上先回去了，虽然天黑还早，但是带着个不稳定的人也不方便再动手了。老黑无比积极，直接上去将钟远森扛起。兄弟，你可要硬气点啊，这样南哥就能把你切片研究了，要是研究出来了，那老黑也有异能了。随后一群人开车朝着锦和园方向行驶。此时王瑞凯所在别墅中。阿凯，你说的可是真的？6个4阶对咱们来说极为重要，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把他们拉到咱们阵营来。说话之人是星城第一家族王家的2把手，也是王瑞凯的叔叔王振东。可能有点难，那些人并不是很好打交道。先礼后兵吧，反正他们还在这，你这2天多接触下，了解下他们的情况，最好是能知道还有没有什么亲人在新城。这几个人必须要控制在手中，末世之珠就能有这样的实力，他们中绝对有极强的异能者。好，这颗4阶晶体给你，你先升到4阶。你父亲已经跟马市长达成了合作，要不了多久，整个新城都是我们的了。不是说军方那边不好搞吗？军方那边现在只剩下刘勇掌控局面，不过他的职位不及马中国，马中国应该会想办法除掉他，把军方的控制权拿过来，到时候整个新城的局面就由我们做主了。太好了，看来我们王家很快就要在末日中彻底崛起了。现在还不急，马中国那个人也不简单，所以我们必须要培养自己的力量。如果发现异能者，一定要想尽办法拉过来，以后最强战力肯定是异能者。那个林逸飞，大哥已经在关注了，只要解决掉刘勇，大哥会第一时间控制住他。那就好，那个女人的异能很强，一定要控制在我们手中。一会我会留下王大和王二在这边辅助你，他们2个都已经4阶了，再加上你自己，就算对面6个都是4阶也无需畏惧。好的，谢谢叔叔。我带来的这些人就留在这帮你守后院，过2天加强版的铁笼应该也做好了，能困住4阶丧尸，到时候会一起送过来。接下来就考虑培养5阶丧尸了。太好了，这样的话就能一路提升到5阶了。我先回去了，这边交给你，别再出问题了。放心吧，叔叔。王振东等人刚离开议会，萧南几人已经回到了别墅。你什么时候醒的？刚醒。醒了就好，我有几个问题问你，你老实回答就好。好，你问，
我一定如实回答。你以前是做什么的？末日那天晚上你在哪里？我以前是钢铁厂上班的工人，那天因为家里面的糟心事心烦，在外面一直喝酒到深夜，结果喝得太醉，倒在马路上睡了一晚。之前那些人跟你什么关系？有些是厂里的同事，有些是中途救出来的人，因为我有异能，所以他们就都跟着我了。被抛弃的感觉怎么样？原本就是些拼凑而来的队伍，这种情况再正常不过了。最后一个问题，是否愿意加入我们队伍？愿意，愿意。兄弟，我劝你想好再说。不用想了，我愿意。你好好考虑一下，我的队伍一旦加入，永远无法退出。若有背叛，我必杀之。而且在我的队伍里，一切都得听我的。我明白，末日中谁不想找个强大的队伍？只有加入强大的队伍，才能有更多的机会存活下去。你们的实力是我见过最强的，如果能成为你们中一员，我想没有人能拒绝。我也明白，我之所以有机会，是因为我的异能，否则就算是4阶进化者，你们肯定都看不上。所以我更清楚这个机会的难得，我愿意加入你们。放心，我钟远森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背叛，绝对不会做背叛之事。你真的考虑清楚了？考虑清楚了。那行，欢迎你加入我们小队，我叫肖楠。随后肖楠几人又一一介绍了一遍，这才慢慢熟悉了起来。对了，南哥，我们团队叫什么名字？好像还没名字。南哥，我觉得人多了，确实需要取个响亮的名字了，说不定以后这个名字能够响彻全球呢。那起一个吧，你们觉得叫什么比较好？我觉得叫黑豹吧，多霸气！霸气个鬼，别带黑字，把我们队都带黑了。一群人商量了半天也没商量出结果来，最后都看向了肖楠。要不叫星陨，天星陨落，寓意死亡，同时星陨谐音幸运，希望能给我们带来幸运。这个名字不错。行，就叫星陨，以后我们就是星陨小队的一员了。就这样，星陨小队正式成立。而随着钟远森的加入，星陨小队也算是有了一个真正的战斗系异能了。末日第17天，前往军火库的1000多名战士全部牺牲了。怎么会这样？那1000多名战士实力都不差，而且武器配备齐全，怎么会全部牺牲的？市区离军火库足足60多公里，路途太远了，他们几乎一路杀过去的，但是却在行驶了一半的时候碰到了一群变异兽袭击，全军覆没。变异兽？对，就是以前猛兽变异了，他们天生身体有着巨大的优势，变异后这个优势会体现得更为明显，战士们根本无力抵挡。听到刘勇的话，马中国皱起了眉头。丧尸已经很恐怖了，没想到变异兽比丧尸还要恐怖。市区怎么会突然出现那么多变异兽？他们走的芙蓉路，那里有一个大型的动物园，老虎和狮子那些猛兽原本就极为强大，如今变异了，不用想也知道肯定更加凶猛。无论如何，必须想办法把军火运回来，基地内的弹药储备已经严重不足了。我会再派人继续前往军火库。要不你亲自去一趟，多带点人，这批军火至关重要，不能再有闪失了。好。接下来的几天，肖楠继续带着众人四处打野，不但杀了40多个4阶丧尸，还击杀了一个5阶丧尸。南哥，5阶过后就是瑶光镜了，你不是说到了瑶光镜有可能会产生质的变化，所以我觉得5阶晶体你先吃，等你到5阶巅峰用不上了再给我们吃，到时候要是真有瑶光镜的晶体，你也能第一时间晋升到瑶光镜。耗子说的对，南哥，我觉得我们应该稍微调整一下晶体的分配，必须优先一个高端战力出来。我觉得只有你用不了的晶体再分给我们，这样你才能一直保持领先。你都还有用就分给我们了，这样会拖慢你的提升步伐的。钟远森看着这些人对5阶晶体的推让，再想想之前他下面的人各种偷藏晶体，钟远森似乎明白了过来，或许这才叫团队吧。行，那就我先吃吧。深夜，别墅内，老森，你们元素系异能者能随意改变元素形态吗？其他人我不知道，我是属于土系异能，所以我可以让地上长出土刺，在地上竖起土墙，以及空中聚集土元素变成巨石砸向目标。其他的不行吗？比如变一根石棒出来当武器用？目前来说也就这几种形态，行倒是行，不过没啥用，一碰就碎。明白了，也就是形态可以改变，但是没有对应的增幅，真正有用的就那几个。我怎么感觉相比于你们元素异能，我这隐身就跟没有似的，连个技能都不带。怎么会废呢？我倒是觉得浩哥你的异能挺好，打不过一隐身就跑了，要杀谁隐身过去直接抹脖子，多帅啊！我们异能属于特殊异能，虽然还没有看到多少异能者，但我猜测我们异能应该属于极其稀少的，要对自己有信心。好吧，希望像南哥你说的，到了瑶光镜会有变化吧，不然只是隐身，我觉得最大的作用应该就是偷看美女洗澡了。次日清晨，众人再次出发，在几人刚解决完几只丧尸时，一道身影突然窜了出来。我操，什么玩意刷一下就过去了？这是一头牛。
很明显就是牛。南哥，几阶的，要不要干他？4阶必须干啊！好久没吃过牛肉了。此时的变异老黄牛正一脸凶狠地看着几人，看样子是把萧南几人当成自己的食物了，随即就扑了过来。面对老黄牛的扑杀，萧南一个冲刺将其击飞了出去，倒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随后将老黄牛脑袋中的晶体挖了出来。与丧尸不同的是，变异兽脑袋中的晶体呈不规则形状。为了测试一下效果，萧南直接一口将晶体吞了。最后结果是没啥效果。走，去前面那个小区找个房子做顿牛肉大餐。此时，在离生存基地20多公里外的一条马路上，唐薇薇带着他的队伍在快速前行。唐队长，咱们走的有点远了吧？怎么，江先生现在连我们队伍去哪里都要管了吗？怎么会？只是如果离生存基地太远的话，我怕遇到危险没办法及时救援。我似乎从来没有需要过你们救援吧？官方把生存基地附近的丧尸都清理完了，我们要杀丧尸只能跑远点了。也不用跑那么远吧，一路上到处都是丧尸，随便哪里都能杀啊。我乐意，怎么着？好吧，我只是善意的提醒一下。那边有个小区，就去那杀吧。此时的唐薇薇已经是4阶巅峰，以她的异能绝对能战5阶。她现在迫切的想要提升到实力，提升到足以面对官方的实力。另一边，秦薇的队伍刚刚结束了一场大战，这一战他们面对上千个丧尸，导致他们队伍损失了10多个人。秦队长节哀，或许秦队长昨天答应了我的建议，今天这场悲剧就不会发生了。你可以走开吗？女子无奈转身离开了，她明白过犹而不及，点到为止就好。4姐，你说是不是？如果我昨天答应了加入官方，他们就不会死。你别忘了你说过的话。我知道，所以我一再拒绝他们。但是自由真的比生命还重要吗？如果有了官方的支持，兄弟们是不是就安全多了？如果真的只是加入官方，我不会那么抵触，但是他代表不了官方。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威哥，这趟水太浑了，我们必须远离，一旦搅进去，就不是失去自由那么简单了。我希望你能绝了这个想法，如果你真的想加入，我会离开。方思杰说完直接走开了，留下秦薇一个人在原地陷入了沉思。末日第18天，此时的星云小队众人正一脸享受的躺在地上，旁边还有半只没有炫完的老黄牛。吃饱喝足后，萧南来到了窗户边，突然发现下方竟然有人。他们怎么会跑到这里来？谁啊，南哥？唐薇薇他们估计是闻着牛肉的香味来的。咱们要下去吗？我们不下去，他们也会上来的。走吧，吃饱喝足也该干正事了。这边唐薇薇一队人原本是要来杀丧尸的，没想到在这末世竟然闻到了牛肉的香味，此时正跟着肉香味寻找着。就在这时，只见一群人向他们走了过来。嗨，唐美女，又见面了。你们怎么在这？来这杀丧尸啊？没想到这么巧，我们也刚好来这杀丧尸。牛肉是你们炖的？唐队长，你们认识啊？要不介绍一下？唐薇薇看了他一眼，并没有说话。我记得你们队都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什么时候多了个这么老的？小伙子，怎么说话呢？我才30多岁，哪里老了？他不是我们队的。介绍下，我是兴城市市长的助手江天明。官方这么闲的吗？那么多需要救援的人不去救，跟在人家队伍里干啥？救援有军方的人员就行。马市长怕唐队长他们会遇到危险，所以派我跟在他们身边。我看你才是最大的危险吧？就你这实力，人家真要遇到危险，也肯定是你拖了后腿。感觉你们实力都挺强的，不知道怎么称呼。这个不方便告诉你了，我也不想跟你打交道。你先一边去，我跟唐队长聊会。好，你们聊，我一会再来。江天明尴尬的退了回去，手却偷偷按响了一个随身携带的通讯设备。他怎么会跟在你们队伍里？那天救援人员来了学校，我们跟着到了生存基地，结果到了生存基地竟然不让出来。最后我们找到马市长，他就让这个人跟在我们队伍中，说这样就能够出来了，然后就一直这样了。那个马市长想招揽你们，你既然不想加入官方，为什么不干脆不回生存基地？你以为那么简单？只要他跟着我们，对方就能掌握住我们的动向，一旦到了晚上不回去，官方就会派人来接。为什么不直接把他嘎了？拜托，他是官方的人，要是动了，我们小队还有活路吗？确实挺麻烦的，不过那家伙现在似乎盯上我了，那我就留不得他了。你可别乱来，你这样等于跟官方对着干，以我们现在的实力，根本斗不过官方的。我也不想这么快跟他们对上，但我知道我不弄死他，以后肯定也会麻烦不断。对不起，是我给你们带来麻烦了。跟你没啥关系，但这碰到纯属巧合，只能说碰到这家伙算我倒霉。你们接下来怎么办？你自己考虑。你们可以逃走，也可以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毕竟那么多人看到，官方也不可能找你们麻烦。当然你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走，不过仅限你一个人，其他人我不想带。星云小队只收强者。唐薇薇瞪大眼睛看着对方，这就是差距吗？一言定生死，
杀官方的人都不带犹豫一下的。你们这一队每个人都很强，我加入也只是锦上添花而已，没有多大意义。到时候你们还要多分出一份晶体出来，说不定还会拖慢你们的进展。而且我不能抛弃我的队友，我答应过他们要带着他们在末日活下去，所以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好吧，到时候要是实在混不下去了来找我。走了，我还要继续杀丧尸去。说完带着众人朝远处走去。那个肖队长，等等，江助理还有什么事吗？是这样的，马市长想见你，一会官方的车就来了，跟我回一趟生存基地吧。没空。肖队长，市京城市市长马中国马市长想要见你。他想见我就得去，他算老几？肖队长，说话注意分寸，有些话不能乱说，小心祸从口出。那你知不知道，有些事不能乱做，小心丢了性命。肖队长是在威胁我吗？不，我从不威胁人，因为我比较喜欢动手。肖南说完直接出手，一击毙命。这一幕震惊全场，肖南却像是做了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一样，带着星云小队的人直接离开了。微微，这可怎么办啊？江天明死了，马市长肯定大怒。所以我们也要走。可是我们要是走了，官方肯定会认为是我们杀的，那我们不是完了吗？不走难道还留在这里等他们来抓吗？他是跟着我们死的，不管是不是我们杀的，我们都逃脱不了责任。微微姐，我看要不咱们就在这等吧，只要我们供出凶手信息，然后同意加入官方，肯定会没事的。然而他话音刚落，杭微微突然出事，那人当场毙命，顿时所有人都瞪大着眼睛看着这一幕。谁若再敢提加入官方的事，下场就跟他一样。这一刻，唐微微也展现出了雷霆般的手段，他知道现在是关键时刻，必须整顿好队伍，否则他会陷入极端的被动中。我知道你们中还有不少人也想加入官方，我现在给你们机会，想加入官方的人都站出来，我不为难你们。一会官方的人来了，你们直接跟着官方的人走就行。但是如果这一次你们不站出来，下次让我知道你们有这个想法，我绝不留情。听到唐微微的话，不少人眼中不断变化，不一会就有几个人站了出来。在官方和唐微微之间，他们选择了官方。你们好自为之，下次碰到就是敌人了。随后唐微微带着剩余的人迅速离开。南哥，刚刚那个是官方的人，咱们杀了官方的人会不会有麻烦？会，但是不杀麻烦会更多。好吧，不过这样的话，咱们算是彻底得罪官方了，以后得小心点了。记住，末日实力为尊，只要我们实力够强，官方也得忌惮我们。而且现在官方事情多得很，还不至于为了一个江天明搞得兴师动众，除非官方已经开始为私人服务了。南哥，你是指江天明出现在唐微微他们队伍就很让人奇怪了，到处都是需要救援的人，官方怎么会这么闲？但如果这是私人所为，那就不奇怪了。有些人想培养自己的私人势力，难道是？好了，这事我们就别乱猜了，总之小心点就是了。生存基地内，当马中国知道江天明被杀后，顿时愤怒不已，随后直接就发布了通缉令，将肖楠等人的画像粘贴到生存基地各处，任何人发现只要提供线索，都可以得到官方晶体奖励。我要让所有人知道，哪怕是末日，官方也不是任何人能挑衅的。末日第19天，在马中国想着如何抓住肖楠等人的时候，刘勇却因为6阶丧尸而头痛不已。就在昨晚，一支2000人的队伍遭受到了丧尸的袭击，损失惨重。因为这一次出现了6阶丧尸，普通的冲锋枪已经对他没有任何威胁了。此时的刘勇很清楚，一旦热武器失效，那官方不可动摇的地位将会彻底发生改变。此时，肖楠的别墅内，你们杀了官方的人？杀了。怎么这么冲动呢？你们惹上大麻烦了。马市长对这件事非常愤怒，现在正全程通缉你们呢。王瑞凯一脸的痛心疾首，不过肖楠还是从他微翘的嘴角可以看出，这家伙正幸灾乐祸呢。通缉就通缉吧，人家要通缉，我能有什么办法？你没办法，我有办法啊。你的办法不会是加入你们王家吧？对呀，只要你们加入王家，我保你们无事。看你们王家能量不小啊，我考虑考虑吧。肖队长，我希望你能认清形势，现在可没有那么多时间给你考虑了。如果你们还不做出决定的话，或许明天官方的人就会到了，到时候你们可就完了。现在是末世，那些监控设备都失效了，他们不会这么快就找到我们的，除非你去打小报告。怎么可能？我不是那种人。那就行，你们先回去吧，加入你们王家的事我会认真考虑的。行，那我们先回去了。我希望肖队长能好好考虑一下，因为你们时间真的不多了。说完，王瑞凯带着人离开了。南哥，为什么不直接把他们灭口了？对啊，南哥，要是他们去告诉官方了，咱们不就暴露了吗？他不会，至少短时间不会，不但不会，他们还会想办法帮我们遮掩。他们对咱们可是抱着势在必得的心态，怎么可能让我们被官方抓走？这么说好像也对，那看来留着他们也挺好的。没想到官方竟然真的这么兴师动众，
南哥，咱们接下来怎么办？静观其变吧。咱们现在实力虽然还算可以，但还不能无视热武器，跟官方硬碰肯定不行。不过官方也未必能调动大部队来，现在官方的主要任务还是救援。如果这个马师长这个时候要大动干戈来抓我们，军方不一定会配合。从军方救援的力度来看，军方的领导人应该跟正方不是同流合污的。不过我们也不能将希望寄托于别人，咱们明天一早就出门，多带点吃的，全员不到5阶不回来。在外面住吗？对，是时候离开舒适区，给自己点压力了。凯哥，你觉得他们会同意吗？他们已经没有退路了，除了加入王家，没有其他办法了。原本我还一直发愁要怎么把他们弄过来，没想到竟然来了这么大一个惊喜，让我爸时刻注意基地那边，一旦有风吹草动及时跟我们说，可不能让他们被官方抓走了。好的。生存基地某个房间内，刘叔，这个要给我吗？我想了想，这个给你最适合。你如果能够提升到5阶，以你的异能，或许能够让我们有机会击杀那只6阶丧尸。可是高阶晶体不是要与正方商议分配的吗？如果商议分配，那这颗晶体就绝对会到正方。现在我们必须要尽快解决那个6阶丧尸，所以这颗晶体不能给正方。我现在唯一能想到对付那个6阶丧尸的办法，就是借助你的异能。我跟你爸那么多年的战友，所以这颗晶体给你用最合适。可是，别可是了，你就当帮叔叔的忙吧。你提升到5阶后，明天跟着救援队一起出去执行任务。这个6阶丧尸不解决，救援根本无法持续下去。好吧，不过我不确定对付6阶丧尸，我能起到多大作用。没事，你只要能控住他1秒，巴雷特就能将他爆头。林一飞点了点头，随后从刘勇手中接过晶体，直接吞入腹中。没一会，林一飞便提升到了5阶。次日清晨，萧南等人便出发了。这一次他们目标是全员5阶，萧南的目标是5阶巅峰。就这样，众人花了2个多小时击杀了4个5阶丧尸，萧南的实力也提升到了5阶巅峰。随后继续前往下一个小区。在距离萧南等人10多公里外的另一个小区，一支3000多人的救援部队正在与丧尸战斗。此时刘勇正拿着对讲机指挥战斗，身旁的林一飞则是脸色凝重。就在这时，只见一道身影从一栋楼房中跳了下来，随后瞬间冲向了人群。6阶丧尸，他来了，准备战斗。林一飞点了点头，顿时眼中光芒一闪，一瞬间6阶丧尸身上便结了一层厚厚的冰，直接将其冻在了原地。也就在这瞬间，一声枪响，巴雷特强有力的子弹直接洞穿了6阶丧尸的脑袋。然而6阶丧尸大吼了一声，狠狠地看了一眼林一飞，随后迅速朝着远处逃离。别让他跑了！无数战士疯狂地向着6阶丧尸扫射，可是6阶的瑶光狮王并不是那么好杀的，普通的子弹对他没有任何伤害，最终还是被他逃掉了。见到这一幕，刘勇深深地叹了口气，而随着瑶光狮王的离开，其他丧尸也迅速撤退。这一战终于结束了。末日第20天，此时萧南等人连续清理了几个小区，正准备前往下一个小区时，却意外看到了一栋房子下方围满丧尸。当他开启真视之眼看向这群丧尸的时候，却愣住了。5阶丧尸居然只是守门的，那里面的丧尸难道是？随即看向了房子里面，顿时呼吸变得急促了起来。原本萧南以为现阶段还没有6阶丧尸，却没想到一个6阶丧尸就这么出现在他面前，而且还是个重伤的6阶丧尸。不过看着前方4、5千个丧尸，其中还有3个5阶丧尸，萧南脸色也凝重了起来。南哥，那栋房子里面有5阶丧尸吗？5阶格局小了，那里面的是6阶丧尸。这一下所有人都不淡定了，全都瞪大了眼睛看着远处的楼房。一会你们几个吸引下面的丧尸，我和耗子绕到后面去，想办法弄死那个瑶光丧尸。不过你们得小心点，这群丧尸实力有点强，有3个5阶，数百个4阶，所以这一战会很艰难。这么强？所以你们最好是背靠墙壁，防止腹背受敌。你们只需要拖住他们就行，等我和耗子搞定了，会回来支援你们。行动！随着萧南话音落下，赵坤等人直接朝着那群丧尸冲了过去，而陈浩的身体直接消失在原地。萧南小心翼翼地绕到了房屋后面，直接从窗户翻了进去，抬起钢管就朝6阶丧尸抡了过去。6阶丧尸一个闪身，直接把萧南撞飞了出去。摔在地上的萧南一脸震惊地看着对方，这家伙受了这么重的伤，还这么猛，这要是全盛时期还得了。随后再次朝着对方冲了过去，然而这一次丧尸直接抓住了萧南的钢管，另一只手朝着萧南脖子抓来。此时隐身状态的陈浩一个飞身，一钢管直接顶向了丧尸的脖子。6阶丧尸挣扎了一下，最终倒地没了动静。耗子，还好有你在，不然就我一个人的话，搞不好还会被丧尸反杀。5阶与瑶光镜的差距真的太大了。随后萧南迅速将丧尸脑袋上的晶体掏了出来，直接吞入腹中。很快一股庞大的能量融入体内，萧南脑海中第一颗瑶光星也终于点亮了。紧接着萧南的意识似乎进入了一片虚无空间中，在这片空间中有着无数光点，像萤火虫一样布满了整个空间。这是哪？萧南一动不敢动，生怕一动就掉入万劫深渊。看着前方的那些光点，萧南习惯性的开启了真视之眼。这些光点竟然是各种异能，冰锥火球雷电风刃极速应有尽有，这难道是点亮了一颗星辰的符力？每个人点亮了一颗星都能随机获取一个特殊能力吗？随后萧南关闭了真视之眼，再看过去，
只能看到一个个光点，根本看不出每个光点代表着什么异能。也就是别人是随机，我是自选。就在这时，萧南突然感觉到一股拉扯力传来，似乎要将他拉出虚无空间。萧南立马开启真视之眼，快速的扫描着眼前的光点，突然眼前一亮，死死的盯着那个光点，却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紧接着一阵晕眩感袭来，等萧南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他依然在刚刚房间中。南哥，你终于醒了，吓死我了。过了很久吗？也不久，就5分钟左右。不过你闭着眼睛一动不动，搁谁也慌啊。怎么样，南哥？瑶光镜什么感觉？瑶光镜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感受了一下脑海中的情况，似乎多了些什么东西。他知道这就是他后面选择的那个技能。随后他的精神力集中，一旁的桌子缓缓飞了起来。南哥，桌子飞了。飞就飞了，别大惊小怪的，只是我异能升级的一种能力而已。走吧，先出去帮赵坤他们，等解决完这些丧尸，我再跟你们细说。此时赵坤几人浑身是伤，正在艰难的抵挡着丧尸的进攻。就在这时，萧南的身影却突然冒了出来，直接一棒子把面前的丧尸给解决了。别愣了，一起上，快速解决。半小时后，一群丧尸全部被解决，众人一个个瘫倒一地，累得不想动弹。胡文亮在一旁开始为众人治疗。南哥，快说说瑶光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对啊，南哥，你刚刚突然出现是什么情况？萧南笑了笑，随后将刚刚的情况与众人说了一遍。也就是说到了瑶光镜，我们也能获得特殊能力了。虚无空间中有各种特殊能力，能获得什么样的能力全靠运气了。不过里面似乎都是些比较基础的异能，我猜测或许等到了下一个境界会有更强大的异能。南哥，你运气怎么这么好，一下子就获得了瞬移这种极品异能？这个异能没有攻击力，但不管是逃跑、追击、突袭都非常好用，对基础异能来说简直堪称完美。你们只能随机选一个，我不一样，我能看到每个光点是什么异能，所以我可以自选。对了，南哥，刚刚你能让桌子飞起来是什么情况？是我本身异能升级了，获得的一种空无的能力。到了瑶光镜，异能者本身异能会增强，还可以获得一种新的异能。太好了，真期待我的异能变化。陈浩和胡文亮两人也都是一脸的期待之色。原本以为到了瑶光镜就能跟异能者一样，没想到还是不如异能者啊。别灰心，我心中有个猜测，如果这个猜测成真，那或许也能让你们在瑶光镜之前拥有异能。真的？当然是真的，只不过别高兴太早，现在只是猜测而已，还需要验证。没事，有希望总比没希望好。3天后，陈浩几人也都提升到了5阶巅峰，让他们小队整体实力上了个档次。随后众人决定先回别墅区。当他们回到家中看到眼前情景时，顿时一个个脸色铁青，整个客厅乱七八糟，一看就是经历过大战。二狗子，二狗子！萧南对着四周喊道，结果喊了半天都没有反应。随即萧南脸色彻底沉了下来。末日第21天，如果二狗子出事，不管是谁，我必杀你。南哥，会不会是隔壁那些人做的？我也怀疑是那边的人做的，几天没回来，对方肯定是觉得我们逃跑了，所以过来洗劫我们的物资。随后众人来到阳台，萧南开启真视之眼朝另一栋别墅看去，很快便在后院铁笼中发现了二狗子。很好，敢动我的东西，留你那么久，也是时候解决了。随后带着众人朝着那栋别墅走去，很快就来到王瑞凯的别墅门口，直接破门而入。你们去我家偷东西了？我每次去你们那都是客客气气的，你们就这样破门而入，不大礼貌吧？那是因为你怂，你现在只需要回答，你们是不是去我家偷东西了？肖队长，我一直佩服你们的实力，想让你们加入我王家，所以才会对你们百般客气，但不代表我怕你们。今日你们敢踢坏我家大门，若不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你们怕是出不了这里。好了，你已经失去了狡辩的机会了，除了这个人，其他全杀了。陈浩等人迅速出手，很快一群人就全部被钢管砸死。全部5阶，我承认我小看了你们，不过你以为这样就胜券在握了吗？同为5阶，我无惧任何人，想必你也是异能者，敢跟我一战吗？跟我打，你还不够资格。阿森，陪他玩玩。好嘞。钟远森走了出来，站到了王瑞凯面前。既然如此，那我就先杀了他，我看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王瑞凯说完，直接一拳冲向了钟远森。钟远森同样朝着对方冲了过去，两人刚一接触，钟远森倒退了几步，手中的钢管竟然弯了。看到这一幕，陈浩等人都瞪大了眼睛。你算什么东西，也敢跟我打？你这张嘴很讨厌啊！随着他话音落下，一根斧子突然从王瑞凯屁股下钻出，一声惨叫，所有人都不自觉夹紧了屁股。你也是异能者？异能者很稀奇嘛，你还能不能行？能行就继续，不能的话就老老实实认输，还说什么同阶无惧任何人，连我随手一击都扛不住。被你偷袭了而已，你真以为你会是我的对手？王瑞凯再次化为金属臂朝着钟远森冲去，突然感受到脚下传来异样时，瞬间朝一旁闪开，原来的地方一根土刺瞬间窜出。同样的套路还想再来一次吗？话音刚落，一颗巨石突然砸在了他的身上。
你是真的菜。听到钟远森的话，一向心高气傲的王瑞凯气急攻心，两眼一黑晕了过去。这家伙应该没有出去杀过丧尸，如果战斗经验丰富的话，以他的异能未必会输给阿森，这就是所谓的温室里的花朵吧。各位大叔大爷，不关我事啊，我就是个跟班的，你们放了我吧。耗子，这人交给你了。别杀我，我知道很多王家的事，我还知道王家的秘密基地在哪里。王家的实力很强，你们惹了王家，就算是你们都5阶了，也肯定逃不了的。那就不用你费心了。说完一个冲刺，直接将王月明解决了。南哥，这家伙怎么办？扣到后院，把二狗子救出来，然后把他关进去，等会我要做实验。很快众人来到后院，一眼便看到了铁笼里关着几只4阶丧尸。二狗子此时被关在边上的笼子里，全身都是伤口。赵坤赶紧将二狗子救了出来，随后将王瑞凯关了进去。胡文亮第一时间为二狗子疗伤。二狗子，让你受苦了，你放心，我肯定会给你报仇的。深夜，北斗九星在线。你们把我关起来而不杀我，还是忌惮王家吧？既然如此，你干脆把条件说出来吧，没必要这么耗着。明天早上王家就会有人过来，到时候你们就插翅难逃了。你还挺自信，可惜你猜错了。之所以不杀你，是因为得留着做实验。耗子，把他带出来。陈浩打开铁笼，将还没弄明白的王瑞凯提了出来。杀了！你们不能杀我，我是王家大少爷，你们杀了我，你们也跑不掉的。然而喊得再大声都没用，赵坤第一时间出手，一棒子就将其解决了。肖南则开启侦视之眼，死死地盯着王瑞凯的尸体。没一会，从王瑞凯脑袋上方飘出来一点白色的光点，朝着空中飞去。肖南紧紧盯着光点，通过意念控制住光点，让它缓缓飞了回来。赵坤，躺下。赵坤没有任何犹豫，直接躺在了地上。肖南控制住光点，慢慢朝着赵坤眉心飞去。很快，光点直接融入了赵坤的眉心处。见光点没有再出来，肖南松了口气。南哥，可以了吗？你试试集中精力，想象自己手臂变成金属。赵坤站了起来，按肖南的方法测试了起来。很快，赵坤的右臂在众人震惊中变成了金属臂。真的可以，南哥，好了，感谢的话就别说了，咱们是一个队伍的，你强了，我们也就强了。南哥，你放心，以后我这条命就是你的了。南哥，你是怎么做到的？我在虚无空间中看到的光点都代表一种异能，当时我就在想，是不是每一种异能都会化为光点？所以我猜测异能者死后，他的异能是不是也会化为光点？如果是的话，那这个光点是不是也可以融入其他人脑海中？本来只是猜测，没想到竟然真的可以。南哥，你太牛逼了！南哥，那我们既然这个办法可行，那咱们星云小队肯定是要全员异能者呀。不过你俩在成为异能者之前，就先别晋升瑶光镜了。我猜想，如果到了瑶光镜，很有可能这个方法就行不通了。就算行得通，那你们异能也会低一阶，因为到了瑶光镜，异能会有一次进阶的机会。南哥，没事的，只要能成为异能者，晚点晋升没关系的。走吧，上天台看星星去，这个可不能荒废。就这样，众人都异常兴奋向天台走去，尤其是赵坤，拥有了无比强大的异能，他以后再也不用羡慕别人了，这种感觉真的很爽。末日第22天，在楼顶看了一晚上星星的肖南几人都有收获，而收获最大的却是二狗子，他在今晚晋升到了5阶，现在星云小队真的是全员5阶起步了。而此时生存基地内，你说什么？少爷死在了景和园的别墅中，包括王大王儿他们，别墅内10多个人全死了。阿凯已经5阶了，别墅内那些人都是4阶，怎么可能会死的？难道有大批丧尸冲入了景和园？是人为的，就是住在景和园那一群人。不可能，他们只有7个人，怎么可能杀得了阿凯他们？少爷前天晚上才把他们家物资搜刮了，昨天就出事了，而且我还在他们院子里看到了少爷的铁笼。7个人，你说的不会就是我通缉的那群人吧？没错，就是他们。这一刻王振宏也不隐瞒了，他现在就想要那群人死。还真是他们。我说王家主，你为何不早点告诉我呢？要是早点告诉我，说不定王少就不会死了。此时别墅内，南哥，今天怎么安排？今天咱们就先不出门，今天应该会有场大战，王家的人估计会来，也是时候展现一下咱们星云小队的獠牙了，否则什么阿猫阿狗都敢来咱们家里洗劫。可是南哥，万一他们有强大的热武器呢？你们都5阶了，普通的步枪和冲锋枪对你们而言威胁不大，若是有大威力武器，我会第一时间干废它。王家毕竟只是一个家族，有热武器不稀奇，但是大威力武器应该不会有，这些东西一般只有军方才有，所以不用太过担心。好嘞，那我就要放手一搏了。刚觉醒异能，我正想痛痛快快的打一场呢。你估计痛快不了，对付王家的人，你的异能别用。王瑞凯的异能王家人应该知道，要是看到了，难免会猜到很多东西，有些事情现在不能暴露。好吧。就在这时，外面突然传来嘈杂的脚步声。他们来了。此时
别墅外一大群人将别墅团团围住，这些人都是王家暗中培养的势力。除了王家的人之外，马中国也调了一部分人过来帮忙。为了防止里面的人逃跑，王家负责人王振东以及马中国的第二秘书沈红都紧紧地盯着别墅。确定还在里面吗？确定，我们有人盯着，不久前还看到里面人影晃动，到现在并没有人出来。既然确定，那就别耽误时间了，直接破门吧。王振东点了点头，正准备下令破门，就在这时，房门却自己打开了。今天景和园挺热闹吗？我侄子王瑞凯是不是你们杀的？王瑞凯是那栋别墅那个傻子吗？那确实是我们杀的。这傻子脑袋不怎么好使，居然来我家偷东西，只能弄死了。很好，既然如此，那你们都去给凯儿陪葬吧，给我弄死他们。随着王振东话音落下，那些手持冲锋枪的人第一时间扣动了扳机。就在这时，几人身前突然出现一面色膨胀，将所有的子弹挡在了外面。紧接着一颗巨石落下，直接砸死了好几个人。异能者见到这一幕，王振东以及沈红都是脸色一变。然而更让他们震惊的事情出现，只见原本站在门口的萧南不知何时已经到了人群中，四周10多个人倒在了地上。难道又是异能者？这个人绝对不只是武坚那么简单。随着赵坤几人冲到群中，大战彻底拉开。看着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精英被人像割麦子一样快速击杀，王振东脸色难看到了极点。沈秘书，咱们也出手吧，他们现在被分割开了，咱们2个武阶同时出手，绝对能将他们逐个击破。好。随后从腰间抽出了一把特制匕首，眼神冰冷地看向了战场中的几人。王振东一马当先朝着一个看似最弱的瘦猴冲去，然而沈红却悄悄退走了。这是你们王家的事，老娘就不去送死了。当王振东冲入战场时，却发现沈红并没有跟来。臭女人，敢耍我！然而就在这时，一道身影直接扑到了王振东身上，顿时脸上直接出现几道伤口。一只狗也敢来凑热闹，老子弄死你！此时的王振东早已怒火中烧，朝着二狗子便砍去。然而5阶的二狗子速度简直无敌，又怎么可能被他砍到？另一边，沈红悄悄退出了战场。星城居然出现了6阶进化者，这是要必须尽快回去告诉马市长。然而当他刚踏出景和园小区的时候，前方突然出现一个身影拦住了他的去路。美女，这是要去哪呀？既然来了，到家里喝杯茶呗。喝茶就不必了吧，我还有事需要回去，等下次来的时候再喝吧。别等什么下次了，就这次，走吧。小弟弟，别那么猴急嘛，你们那里7个大男人，姐姐我一个弱女子怎么敢随意进入？要不咱们找个地方，就咱们2个人，你想怎么样都行，你觉得呢？让你去就去，发什么骚啊？随后直接一个闪身将沈红拍晕在地，将其提起便朝家里走去。当萧南回到战场的时候，陈浩几人身上都受了不少的伤，毕竟对方人数太多，而且还有不少4阶进化者在。但王家这边已经损失了200-300人，剩余的人心中已经开始胆怯了。随后萧南将沈红丢到一旁，直接瞬移到了王振东身后，一棒子便将其解决了。堂堂5阶进化者，王家的2把手，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倒在了地上，也不知道谁带的头。剩余的人突然四散开来，快速地朝远处逃去。末日第23天，刚结束战斗的众人此时正看着躺在地上的一个女人，而萧南则在思考着什么。南哥，你这是寂寞了？啥玩意寂寞了？别装了，我们都懂。你们说这女人啊，这是给猴子的。给我，不是南哥，你这有点太突然了，让我好好想想。想什么呢？我是问你要不要她的魅惑异能。所有人都是一愣，才发现自己想歪了。那个南哥，魅惑异能你确定兽猴能用？是啊，南哥，这只能女人用吧？我一个大男人怎么魅惑啊？谁说不能？说不定男人用效果更好，毕竟男人才更懂男人。我可跟你说，他这个异能可是可以越阶战斗的，你要是不要，我可就给老黑了。老黑就是黑了点，效果可能没你那么好。南哥，你别忽悠我，这玩意真能越阶战斗？只要你能把对方魅惑住，还不是你宰割？我要不是有真实之眼，说不定都被他阴了。这么一说，确实很强啊。你好好考虑下，要的话我就把他留到晚上，不要的话那就趁早杀了。这女人是仇家那边的，不可能成为队友。听到萧南的话，瘦猴陷入了沉思。好，我要了。那行，把这女人关起来吧，等晚上转移异能。瘦猴就准备去抓沈红，然而就在这时，沈红突然睁开了眼睛，瘦猴的动作突然停了下来，随后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沈红一个闪身，一把匕首抵在了瘦猴脖子上。都别动，我是马市长的秘书，是马市长让我过来协助王家的，只要你们放了我，我回去跟马市长说，让他不再插手此事，怎么样？不怎么样，那个马市长不是已经给我们下通缉令了吗？杀不杀你，结果都一样。不一样的，你们之前只是杀了一个可有可无的人，马市长碍于官方的面子才通缉你们的，但我不一样，我是马市长的得力助手，你们要是杀了我的话，马市长绝对要暴跳如雷，到时候就不是通缉那么简单了。无所谓了，反正都已经得罪了，虱子多了不痒，他真要对我们出手就让他来吧。听到萧南的话，
沈红没想到萧楠竟然狂到这种地步，随后沈红手中就要用力，一声闷响，陈浩的身影显现出来。我还挺佩服这女人的勇气的，竟然敢在我们家劫持人质。瘦猴你也算是开了先河了，绝对是星云小队第一个被女人劫持的成员。一时没注意，不过他这个异能确实有点防不胜防。怎么样，猴子，他的异能还不错吧？确实厉害。南哥，我们接连杀了官方的人，这次官方会不会全力对付我们啊？这个不好说，但是现在还不是和官方硬碰硬的时候，等你们都到瑶光镜觉醒了第2个异能的时候，或许就不用忌惮官方了。那南哥，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大家各自把东西收拾好，咱们该离开这里了。众人点了点头，一个个都露出不舍的神情。生存基地内，听到下人的汇报，王振宏和马中国都瞪大了眼睛，一脸的不可置信。怎么会这么快就有人到6阶了？随后马中国来到了刘勇的住处。刘副师长，你们最近救援进行的还顺利吧？还算顺利，自从那只6阶丧尸消失后，战士们也没有再出现大量伤亡了。不过现在幸存者越来越少了，有时候一天下来也找不到几个幸存者。这很正常，末日已经这么久了，还活着的人肯定是越来越少。对了，那个被你们打伤的6阶丧尸，最后都没有出现过了吗？没有，我们沿着他逃跑的方向寻找了几天，依然没有任何线索。那有没有可能被人捡漏了？马市长，你这会怎么会这么关心这个6阶丧尸？是不是碰到什么情况了？我们在景和园碰到了6阶进化者。6阶进化者？是谁有这么强实力，连6阶丧尸都能击杀？几个无法无天的年轻人，如果我没猜错，应该是你们把那个6阶丧尸打成了重伤，刚好被他们捡漏了。这个可能性不小。就在昨天，这群人将同住景和园的王家大少王瑞凯以及别墅内数十人全部杀害了。今天王家人找他们理论，也惨遭毒手，杀了王家数百人。竟然如此心狠手辣。这种人就是毒瘤，绝不能让他们这样肆意妄为。所以我想请刘副师长你带人前往景和园，将他们抓回来。马市长，你也知道我们最近救援压力很大，星城还有很多幸存者还在等待着救援，实在是没有多余精力啊。刘副师长，我也明白你们的辛苦，但是这群人不比丧尸威胁小，他们完全不把我们官方放在眼里，要是让他们继续成长下去，说不定我们都拿他们没办法了。刘勇眉头紧锁，思索了好一会。好，我带人过去看看，不过对方只要不是傻子，这会肯定已经离开了，不一定能找得到。没事，我相信以你们军方的侦查能力，就算他们真逃了也能找得到的。刘勇无奈的点了点头，随后两人又寒暄了几句，马中国便离开了。下午时分，当刘勇带着人赶到景和园的时候，看到的便是人去楼空的景象。如果没猜错，应该是王家想要杀人家，被人家反杀了。以王家的处事风格，8、9不离10。这是王家与对方的恩怨，把我们扯进来干嘛？还嫌我们事情不够多吗？那师长，咱们还要不要追？你们几个去四周看看吧，还是要做做样子的，到时候就说对方反跟踪能力太强，不知道跑哪去了。很快几人便朝着四周查看起来。没一会，几个人回到队伍中。怎么了？他们完全是大摇大摆的走的，一路上到处都是痕迹，别说我们了，随便一个懂点侦查的人都能找到。他们就没有一点反侦查意识吗？也有可能，人家压根就没在意，一个个都不让人省心。因为队伍里面有不少马中国的眼线，他要是就这样回去，铁定马上就会传到马中国耳朵里。追吧！随后大部队便朝着萧南等人离开的方向追了过去。末日第24天，此时的萧南几人正在一栋废弃楼里边寻找着5阶丧尸。就在这时，萧南的眼睛突然眯了起来。怎么了，南哥？军方的人来了。南哥，你说他们会发现我们吗？人家都追到这来了，你说会不会发现我们？那我们要和他们打吗？不急，他们准备的很充分，迫击炮、大口径重机枪、大威力狙击枪都有。真要打，我倒没什么，你们会很危险。你们先躲起来，我去会会他们。另一边，刘勇等人一路追了过来，已经知晓了萧南他们就在楼上。就在刘勇思考着要不要动手的时候，一个身影突然出现在众人面前。来抓我们的，你是萧队长吧？果然是英雄出少年，这么快实力竟然就达到了这种地步了。运气而已，你们也不差嘛。对付我们几个学生，竟然出动上千人，连迫击炮都拉来了。萧队长，对不住，我也是无奈之举。我相信萧队长，你们不是滥杀之人。你们要是跟我们回去，我会查出事情的始末。若这事不是你们的错，我保你们无事。你们走吧，我不想对你们动手。或许你们觉得准备充分了，但是真要动手，你们这些领头的都会死。好狂！你真以为我们军方是你捏的不成？没有看不起你们的意思，而是我要杀人，你们拦不住。男子还想说话，不过被刘勇拦住了。随后刘勇偷偷看向了一旁的林逸飞，想知道他有没有办法控住对方。你不用看他，在他冰冻我之前，我有无数种方法将他击杀。你怎么知道我的异能？我不但知道你的异能，我还知道你长得也很漂亮，
这时刘勇耳机中传来的一道道声音：1号狙击手已就位，目标已锁定，等待命令。2号狙击手已就位，目标已锁定，等待命令。炮手已就位，随时可以开炮。楼上还有人，遮挡住了视线。听到耳边传来的声音，刘勇却陷入了犹豫。他知道命令一旦下达，就是不死不休的局面。其实从一开始他就没有真的想要杀对方，之所以追到这里，更多的还是对这群人的好奇。在见到对方的实力后，更是不想与对方为敌了。走吧，我们回去。刘师长，你怕不是忘了你来这里的目的吧？如今凶手就在眼前，你却要回去。说话之人是马中国安排过来的，名叫许辉，目前担任政委一职，美其名曰协助军方展开救援，真正目的就不得而知了。许政委，战斗的事情还轮不到你插手吧？刘师长，我只是提醒你，别忘了你来的目的，你这样回去如何向马市长交代？我做事不需要向谁交代。刘师长，你这是包庇罪犯。你才是罪犯，你全家都是罪犯。紧接着许辉的脑袋如西瓜一般直接破碎开来，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看着他，谁也没想到肖楠会突然出手。别看我，这家伙诬陷我，还想对我动手，我这是正当防卫。原本都准备离开了，你偏偏要搞点事出来，这是嫌老子活得太舒服了是吧？刘勇心中叫苦，脸上表情不停变换，最终还是一咬牙走，随后直接转身离开，生怕再出什么幺蛾子。刘师长，给你个忠告，现在不是以前了，人性都是自私的，别一味的于衷。刘勇脚步顿了一下，不过很快又再次向前走去。他不是傻子，有些事情他也是知道的，但现在局面已经无比糟糕，军政双方不能再起冲突，否则新城就完了。这时陈浩等人也来到了肖楠身边。南哥牛逼，光凭嘴皮子就让对方不战而退。不是我厉害，而是那个刘师长压根就没打算跟我们打，看来官方也不是穿一条裤子的。